希望我们之间不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你注意了，希望我的出现不会吓着你。你是什么人呢？你叫我啸天就行了。你呢？叫什么名字呀？哎呦，你年纪不大，但修为之深，也同样令我吃惊啊。你身上隐隐含着数种不同的法诀，这是十分怪异的事。一般人是无法同时兼修几种法诀的，特别是性质相互排斥的法诀，但你却做到了。这可能就是你与常人不同的地方。我叫陆云，是无意中来到此地的。你又怎么会在这里啊？而且看你身上似乎隐隐含着一丝妖邪之气，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的眼睛十分厉害呀。我如果告诉你，我是因为在这儿待久了，自然染上了一点妖气，你信吗？或者我说我就是妖，你又信吗？其实不管我是谁，重要的是我们之间有些什么。像现在这样大家开心的在一起，你何必在意我的身份呢？就如同我不问你为什么你身怀数种法诀在身上一样，你说是吗？你说的也对，相遇就是缘分，更何况你专门从另外一个空间出来见我，也算是极为诚心了。不管以后咱们之间怎么样，但至少现在咱们可以和平相处，做一对既陌生又熟悉的朋友。啊，这么多年了，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说说话的人了，真是难等啊。现在我带你到另一个地方去，大家好好聊聊，你记得跟紧我，不要跟掉了。你是不是在猜测我为什么会住在这种地方？其实你只要仔细查探一下，就会发觉这处山洞与别的山洞不同，这里充满了灵气，是整个绝阴谷中灵气汇聚之地。现在你要是有兴趣，可以试着看能不能吸收一些灵气，以增强自己的修为。好，那我就试一试。想不到你竟然身怀无上绝学，真是难得呀。以你现在的修为，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想要再次提升自己的修为，那已经是不容易了。既然你当我是朋友，我就指点你一些我自己的心得。现在的你光靠修炼是很难精进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入世应劫，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方能再次增加你的修为。修真说容易也不容易，说不容易也容易，主要还是看各自怎么去修炼。越到最后，越是只有靠自己，谁也帮不了。努力吧，你这样年轻就有如此修为，将来一定前程似锦。哦，谢谢。这儿的灵气对我真的有很大的帮助。你一直在这个地方修炼，难怪修为如此深厚。哎，对了，刚才你说这是整个绝阴谷灵气最为强盛的地方，这儿究竟是哪儿啊？你能告诉我吗？这一点将来你自然会明白。我们现在说点其他事。我想问，你可是来自异元？你也很厉害嘛，一猜就中了。我的确是来自异元。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身怀数种法诀呀？我的确是想问问，你要是愿意就说一下，不愿意就算了。异元的倚天法诀我十分的熟悉，所以我一眼就能看出你身上怀有异元的气息。至于你身上的其他法诀，我一时还不敢肯定。告诉你也可以，但是啊，你要答应为我保密。这一点你放心，2000年了，你是我第一个见到的人，也算是唯一的朋友吧。再过2-3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
那时你就是想见我，恐怕都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不会告诉别人你的秘密的。其实我来一元就是为了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一边学习一元的绝学，一边修炼自身的法诀。现在这修真界你也知道，规矩繁多，如果没一个合适的身份，身怀数种法诀，很容易被人误解。我来一元2年，这次来此呢，是为了增加一些实战经验，好去参加不久之后那6院论武大会。此次呢，跟我一同前来的还有师兄弟3个人，也跟我一样。原来如此，那你愿意给我说一说这6院论武大会的事情吗？其实此事我知道的并不多，毕竟我来这里才2年时间。就说这一次吧，我们阴阳乾坤4院中，每院会派1人前往参加，我就是所有人眼中最差的那个。因为在我来时，在他们眼中，我一点修为没有，完全是从头学起，而其他3人呢，一个比一个厉害。不过我也无所谓，我相信我将来总有一天要凌驾于9天之上，让这天下间所有人都知道我陆云之名。好，有志气。既然走上这条路，就要有心与天地一拼。虽然你刚才说你的3位同伴都比你厉害，但其实你心里明白，他们的修为恐怕都不如你。从你能来到这里就可以看出，你比他们3人要强。因为要来到这里只有2个入口，一个是禁制结界的入口，而另一个却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地方，那地方叫黑域秘境。我如果没有猜错，你是从那黑域秘境处进入，然后才到这里的，是吗？你可真是什么都知道，我都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了。我的确是从那里进来的，你能告诉我一些关于黑域秘境的事吗？我到现在对那个地方还不是很了解呢。哼，那里与这里一样，是绝阴谷中最神秘的2个地方。我当初来到这里时，那个神秘的空间就已经存在了。我也曾经想了不少办法想要进去，可一直到300年前，我才凭借自己强大的修为进入了那里。在那里面，我发现了一团奇异的红色气团，后面才知道是一道龙魂。我曾想过要将它收服，可惜由于某种原因，我最后还是没有成功。想不到你这一次却从那里进入，然后来到这里。更奇怪的是，我现在感觉到了那龙魂的气息就在你头顶这把剑中，真是令我吃惊啊。龙魂是我费了好多力气，施展了鬼宗的化魂大法，才将它封印到这把神剑之中，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哈，真是让我佩服。哈哈，其实这也没什么。等你的修为再提升一个阶段，许多事情你自然就明白了。这一次遇上你，我心里很高兴。这其实是我2000多年来独一无二的绝技，其他人就算修为强盛如我，他们一样是不能这样随意跨越空间的。现在我就教予你，算是我们之间的一点友谊。因为我很快就会离开这里，不传你也会失传的。你送我这么一份大礼，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但是这次我们4人来这里，说好了7天以后在谷口相见，然后一起前往妖月洞天。我进入了黑域秘境，出来后已经不知道时间了，所以等会儿我要先回谷口了。如果时间够的话，你走时我肯定来这里送你一程。相遇不易，这段友谊我会记在心中，希望你也记在心里。你现在先修炼一下我传你的法诀，那样你就可以直接穿过空间回到谷口了。我将在3天后的月圆之夜离开这里，到时候我们会再见面的。小天，谢谢你，我已经掌握诀窍了。我现在要离开，3天后我们还会再见的，保重。保重了。你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一位朋友，我会祝福你的。下次再见，恐怕我们就要兵刃相见了。
希望你还能记得这份友谊，我心就足矣。陆源，你不知道早点回来，害我们大家都担心死了，以为你出事了。另外也害得我流了不少泪水，真是气死我了。你说该怎么罚你？你还会流泪呢？这母猪恐怕都会上树了，别胡说了。哎，怎么了？这时间到了吗？我可是打得头昏眼花，根本连时间都记不清楚了。现在大家都聚齐了，我也就放心了。今晚就在这谷口休息一晚，明天一早我就带你们进入这绝阴谷之中最凶险的地方——妖月洞天。哎，陆源，你这一次怎么这么迟才回来？是不是遇上什么狐狸精，把你迷住不想回来了？去你的！这你也能想出来？你这脑子里装的什么东西啊？这山谷里虽然妖物无数，但是哪里遇到什么狐狸精了呀？至于你是不是遇上了，我就不清楚了。你可不要乱说，我可比你先回来。现在反正有空，我看大家就将这一次的经历都说出来，那样就知道有没有人遇上狐狸精了。怎么样？也好，我正想开口问问，云峰就说出来了。大家这一次有些什么遭遇和心得，都可以彼此交流，那样对你们有好处。现在就从鸿飞开始吧。此处妖物极多，其中修为高强的有不少。我在头天进入时，就遇上了一只修为1000年的暴妖。在交手一段时间后，虽然毁灭了他的肉身，却被他的元神逃脱。随后的6天时间里，我一路追踪，期间遇上了数不清的妖物。在经过激烈大战后，才将那暴妖的元神斩灭。后来看时间差不多了，我就顺着原路返回了。能将修炼1000年的暴妖斩灭，这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以你现在的修为，加上这一次得来的经验，相信在不久之后的6院会武上会有一定的收获的。傲雪呢？你又遇上些什么？我的经历与李师兄差不多，不过遇上的是一只千年蛇妖，十分狡猾，费了我相当多的精力，穿越了数百条山洞才将其消灭。至于心得，除了对本身法诀的应用以及剑术的控制有了很大的提高外，对付妖物的经验也学到了许多。云峰啊，你呢？这几天可有什么收获？我啊，收获可多了。这一次，我不但消灭了许多的妖物，同时还得到了不少好东西。看见了吗？这可是个好东西，嘿嘿，好宝贝啊！哎，云峰，你手中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得来的？这个自然是我的战利品啊！陆云，你不知道，我进入山洞后啊，那可是见妖杀妖，遇魔斩魔，一路上过关斩将，后来才遇上一只修炼了1000年的蝎精，那东西可不好对付，刀枪不进，水火不侵啊！不过可惜他遇上了我，那自然是倒霉了。我施展出一元剑诀，配合法诀，在大战数百回合后，就轻易把他给消灭了。而这蝎珠也是他身上得来的，嘿嘿，厉害吧？哼，休要在那里得意洋洋的。你虽然得到了这东西，可你知道这东西的用处吗？不要最后不懂装懂，白白浪费了这蝎珠。师傅，你也太小看我了。这东西怎么用我还不知道吗？我只要将这上面的妖气炼化，然后服下修炼，短短时间里就可以增加1甲子的功力。我没有说错吧，师傅？算你小子没有忘记我的教诲，孺子可教也。师傅，你可不要乱说，什么孺子可教你的教诲，你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这些都是我自己知道的，你什么时候教过我？陆云呐，这一次你最后回来的，可是有什么收获？你的剑也不是原先的那把了，这把剑是怎么得来的？样式很奇特嘛。弟子这次前去，路途上遇上了不少妖物，
其中有只修炼1000年的狼妖，十分厉害。它身体之中隐藏着2股神秘的元神。在我消灭那只狼妖之后，这2股元神却是逃掉了。我一路追赶，结果陷入了一座十分庞大的地下迷宫中，在那里遇到了更多的妖物，最后长剑在打斗中毁掉了。此剑我是无意在一个山洞中发现的，见它十分锋利顺手，我就带出来了。而这次回来晚，主要是因为迷路的缘故。回来就好。我只是觉得此剑之上隐含着一股强大的气息，所以随便问问。好了好了，大家都休息一会儿吧，明天继续最后最危险的一关，祝福你们顺利过关。哈哈哈哈，看来你的修为进步神速嘛。子阳师兄可真是运气好啊，这一次你们阳院恐怕就要因为你而名扬天下了。努力吧，这一次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绝阴谷中最神秘的妖月洞天，那里面住着整个绝阴谷最厉害的妖物笑月天狼。据我们一元史册记载，此妖修炼已经超过2000年。每当月圆之夜才会出现，也就是说，这妖狼要在后天晚上才会出现，所以我们时间还很多。现在我们先要通过这中间的层层禁制，然后才能到达妖月洞天。有一点还请大家记住，此次我们并非是去杀那只妖狼，而是去见识一下它的厉害就行了，因为凭你们是杀不了它的。山洞十分之多，不下1000条，稍不留心就可能迷路。我们现在要进入那妖月洞天，必须要通过数百条山洞，这其中有不少是你们曾经去过的，也有一些是你们没有经过的，所以前路的妖物还十分的多，你们要小心。好了，现在大家就打起精神来。好了，大家也累了，休息一下。马上我们就要到达绝阴谷内外2层的封印之处，只要打开那道封印，就可以进入妖月洞天了。那时大家就得拿出全部的精神来应付眼前的事儿，所以趁着现在休息一下，好恢复损耗的真元。师傅，你说的那封印是怎么回事啊？既然在谷外就布下了一个阵法，为什么还在这里加一道封印？这是为什么？其实这道封印不是我们一元设下的，而是原本就存在的。我们也只是后来无意之中才发现，才知道这里面竟然还别有洞天。根据一元的记载，这道封印可能是几千年之前某位仙人布下的，为的就是防止某些修真之人无意闯入，会枉送性命。同时也可能是那里面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可惜这么多年来，那里面一直被笑月天狼所占据，我们一元几次查探都被那天狼所阻，所以一直不知道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师傅，既然里面有宝物，不如我们这一次一起联手，将那笑月天狼杀掉，然后一起抓宝物。大家说好不好啊？陆源，你看我这提议怎么样？一定妙极了，是吗？你小子当你是神仙，什么都能杀？现在你在这里嘴硬，有本事到时候见到那个妖物，你一个人上去试试，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好好的跟我多学学，少在那儿光吹牛，丢我的脸。通往绝阴谷最神秘的通道就在这面石壁的后面。这面石壁之上有3道极为强劲的封印，将通道隔绝起来。我们得先打通这里才能进去。为了锻炼一下你们的能力，现在就由你们4人来打通这3道封印吧，一个一个来。李鸿飞，你是大师兄，你先来。
乾坤阴阳，万法归一，阴阳法诀为我所引。嚯！云峰，你没事吧？这么点小风，应该伤不了你吧？你可是咱们一员最为年轻有为、道法高深的杰出人才，对不对？嘿嘿，这点风不过吹吹汗而已，怎么可能伤得了我？我是故意不闪，想看看这风的威力有多大。结果嘛，不值一提。这最后一道封印，看样子没那么好破，我也来试试。这个山洞就是传说中的妖月洞天，据说是整个绝阴谷中唯一有光的山洞，可那光从何而来，没有人说得清楚。现在这四周妖气弥漫，暗中藏着不少修为精深的妖物，大家记得小心一点，我们慢慢的靠近。啸天原来指的是啸月天狼之一，难怪我开始问他时，他不愿提起这是什么地方。其实不是不愿说，只是不希望我知道他是妖族，这又是何苦呢？啸天，我知道，你就在这里，我能感觉到你。出来与我一见吧。既然当日我将你当成朋友，那么现在，我们依旧还是朋友。我不说明，是希望在你心中留下一个好的回忆。可惜我们之间注定是要再遇的，或许这也是无法改变的事。你到现在知道了我的身份后，还会将我当成朋友，我真的十分感激。在我而言，你也是我在人间唯一的朋友。有什么话你就问吧。我的时间不多了，月亮已经升空，时间快到了。3天前，你为什么要传我穿越空间之法？仅仅只是朋友吗？还有，你说你要离去，指的是什么？现在时间不多了，月亮升空，又指的是什么？传你法诀，是不想我这套法诀在人间失传。还有就是，我与你之间也算投缘，所以我传授于你。至于我要离开之事，我也正想告诉你呢。我在这里修炼已经2000年了，刚刚突破了最后的瓶颈，到达了飞升之境。今晚月圆之时，就是我飞升之时。现在月亮已经升空，等到月正中天，我就要踏月而去，离开人世了。现在你明白了，我希望你莫要忘记，当初在这里还有一位老朋友，曾经与你一起谈心。想不到你的修为竟然如此之高，已经到达了飞升的境界，我真是为你感到高兴。你放心吧，我这一生会永远记得你的。只可惜，以后再想见你，却没有机会了。唉，一见如故，转眼分离，这就是世事无常，你也莫要太在意。将来我们还会不会再见，谁也说不清。你这一生有你自己的路要走，希望你要努力。你的身上一直隐藏着某种东西，这一点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我知道，我这一生必然充满了坎坷，但我不会放弃，放心吧。记得好好努力，保重了，我的朋友。你的同伴马上就要闯进来了，我的时间也马上就到了，告辞了。希望我们会在一个别的地方相见，我会在那里等你。陆云，你可真是不够意思，一个人就先进来了，还害得我们为你担心。怎么样，你先进来，可找到什么宝贝之类的东西？不要闹了，
这里可是妖月洞天，大家小心一点。此地灵气十足，竟然是块难得的宝地，真是出人意料。想来那笑月天狼有如此修为，恐怕与这里有着莫大的关系。现在大家仔细注意四周，小心妖狼偷袭。哎，大家看上面，这里竟然可以看见月亮，真是神秘极了。这山洞照理说在地底数百丈深处，怎么可能看见月亮呢？奇怪。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是绝阴谷最神秘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这里叫做妖月洞天的原因。只是奇怪，每一次的月圆之夜，那笑月天狼都会出来吸收月光精华，可今天晚上怎么没有踪影呢？哎，快看，出现了！哇，好奇怪啊，真是让人不敢相信。真是意想不到，这一次来这里看到的竟然是这幅情景。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是吗？其实我与你们也一样，我也想不到这一次竟然会遇上笑月天狼飞升之期，真是太巧合了。这种事情许多人一生都看不到，你们也算有运气。现在就好好的看看吧。师叔，你说这妖狼飞升不会弄错吧？这等妖物也能修炼得道，弟子真是很少听过呀。你没有听说，只是因为你一直在修炼法诀，心无杂念，所以对这些并不熟悉。这人间界里修炼的一切万物都称之为灵异，在修真之人的口中，灵异并不坏，与我们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而现在修真之人口中的妖物，其实只是天地之间无数灵异中的一部分而已。师叔这话指什么？弟子不是很明白，还请师叔明示。修真之路千难万阻，没有天资，没有机缘，没有恒心，是没有希望成功的。所以在无数的修真灵异当中，就有一些灵异开始想尽办法的找捷径。他们想将那上千年还能修炼有成的法诀缩短时间，在几百年里就可以修炼大成。这样一来，什么稀奇古怪的方法就都出现了。这些方法当中有很多都有奇效，只不过9层以上的方法都与人间的道德观念相违背。也因为这样，这些方法成了人们口中禁忌的方式。人作为万物之灵，一直以来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道德风尚，热爱和平，所以人类对于那些有悖常理的方法都禁止学习使用。谁如是使用那些方法，就会受到众人的攻击。久而久之，在人们的观念当中就形成了一种定型的理论，所有正道的修真都反对那些使用邪恶方法提升自己修为的人与灵异。从此妖物恶魔一说就开始流传世间。时间一久，人们慢慢的就将那些使用邪恶方法的人称为魔头或是邪魔，而那些灵异就被称之为妖魔鬼怪，提倡见而杀之。其实有许多的灵异本质是不坏的，他们也只是为了想修炼成不死之身而已。小天，恭喜你，希望你一切顺利。这一生这一刻，我会永远牢记，不管何时，我都将你当成我的朋友。终于
见到灵异飞升了，也算是机缘吧。大家以后只要努力，一样可以像他这样得道飞升的。那两个什么东西？人家千年修行，好不容易化身为人，得道飞升了，他们竟然来破坏别人的好事儿，真是可恶！我现在就去教训他们一顿，真是气死我了！难得看见一次这样的事情，要是被他们破坏了，那还看什么啊？呀，真是见鬼！这山洞明明可以看见外面的事情，怎么我冲上去却碰上石壁呢？妈的，疼死我了！都怪那两个突然出现的家伙，不然我也不会摔倒，我可饶不了他们。你小子，少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你还想逞强出风头？你也不看看是什么对象？那两个突然出现的家伙，那气势，你难道感觉不到吗？你以为你是谁呀？少给我瞎胡闹！传说中，不管是谁，想要飞升成仙，都是需要经过许多磨难的。特别是在飞升的那一刻，那是修道之人一生当中最危险的一刻。从古至今，能够达到飞升境界的人很多，但真正在最后关头避开劫难、化险为夷而飞升的人，却是寥寥无几。这一次，这笑月天狼飞升，一切都太过顺利，那是违反常理的事儿。此时那突然出现的两个家伙，说穿了也是这天狼命中注定的劫难，是无法避免的。一旦他挺过这最后一关，就可以真正飞升成仙。如果没有挺过去，恐怕就会落得形神分离，做个没有形体的孤魂而已。要是运气差一点，就会形神俱灭。妈的，想不到飞升这么麻烦，真是气人！我们一直在这里抬头观望，我脖子都望疼了。我不看了，你们要是高兴，就在这里继续吧，我到外面去看。他说的也对，老这样望着也累，我们也走吧。陆云，你不走吗？好，师姐，你先走，我等下就过来，不用担心我。笑月天狼，你今天注定是飞不了天了，你还是慢慢的接受命运的安排，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吧。正好，我的阴煞血帆就缺一道修为达到飞升级别的妖魂了，而你正好就是最好的人选，所以啊，你还是乖乖认命吧。色铁，别慌，我来帮你。现在你元神受损，修为大减，你暂时在这里恢复元神。这道银色光球之中所蕴含的灵气，全部是出自妖月洞天的。你记得全力吸收，我就为你破开这层结界。一旦有机会，马上飞升。陆云，是你吗？谢谢你。我现在本体已经炼化，这副元神之体是无法突破这层空间的。你只要为我打开一点空隙，我就有机会出去。现在时间已经不多，最多还有100息，再晚就迟了。那时，我永远只能保住这副模样，在天地间做一个游魂而已。我全力以赴，你自己小心。哪里来的小毛头，竟然敢坏老子的好事！看我不一并收了你！老二，加点力，跟这个毛孩子一起收拾了！老大，这家伙手中的那把剑真是个好东西，收拾了他们后，我要那把剑就是了。好，给你就是，我们现在就动手吧。陆云，你也尽力了。虽然2次都没有击破的境界，但我也心满意足。这一生认识你，
是我最大的收获。你还是自己回去吧。这两个家伙，我现在想到，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修真界的那代邪魔者。他们修为已近乎1000年，你是破不开他们这层结界。小天，看着我，还没有结束，你不能放弃。我还有最后一击，你记住，小心天上的精灵，到时候我们恐怕没有时间道别。小天，你自己保重，我上了。算了，大家也不用多看了，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了，还是找来陆云，我们一起回去吧。喂，你有没有看到后来怎么样了？那只天狼飞升成功了没有？还有那突然出现的2个怪物，后来到什么地方去了？就在你们走后啊，这天上突然发生了异变，眼看那2只怪物就要把笑月天狼收去时，这天空之上突然惊雷密布，无数的9天神雷滚滚而下，正好劈中那2只怪物。只听得2声鬼叫，他们便瞬间逃了。而那笑月天狼也正好趁机逃脱，在最后一刻也成功的飞升了。哦，对了，在他飞升之时啊，还出现了一个数十丈大小的巨狼虚影，与他的人影慢慢重叠之后，最后一道霞光闪过，便消失无踪了。真可惜，这么关键的情景我都没看见，太令人伤心了。可恶，都是因为那2个怪物，下次遇上我就收了他们，看他们还敢破坏我的兴趣不？哼，你少在那儿说大话。走了，我们该回去了。嘿嘿，师傅，别忙嘛，现在回去不是提前了2天吗？哎，师傅，你要是有事的话，就请一个人先走一步，我们不急，慢慢走过去。嘿嘿，大家说是不是啊？你喜欢走是吗？那你就慢慢给我走回来。你们谁没事的就跟我走吧。我先走了，你们也早点回去吧。师姐，我和陆云正有事要请教你，你就陪我们慢慢走回去，我们也可以多跟你学点东西啊。师姐最好啦，不会拒绝我们的要求，是吧？哦，师姐，如果有空的话，不妨咱们一起回去。我们的确有些事要师姐指点呢。这样的漫漫长夜，最适合去找点东西烤着吃。我可几天没吃肉了。你们先聊，我去碰碰运气。师姐，你经常这么看着夜空吗？除了修炼这么多年，你还有什么别的回忆吗？修炼之人，讲究的是清心寡欲。多年来，除了修炼，我别无二心。这从小到大一直这样，心中有没有很疲惫啊？会不会有时候想放弃？哎，你仔细想过没有？自己最终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呀？修炼成仙呢？与天地同春呢？还是做一个斩妖除魔的女侠呢？这一生一个人度过，还是像普通人一般，找个喜欢的人嫁了？心无一念，方可修炼。你问的太多了，我从来没有去考虑过那些。我只想在最短的时间里，修炼有成就行了。师姐啊，你想过没有？这天地万物为何有形？世间生灵为何有心？修炼之道为何有节？成仙之路为何无凭？长生不死为何而存？天地同寿又为何轮回呢？你所问的话，我无法回答。但我认为，只要找到自己的方向，一直前进，就不会迷茫。修真之路如烟似雾，道心不动，
方可入土。你们仔细看一下四周，是不是有什么奇异的东西存在？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什么声音响起？不会吧，我对鬼怪最敏感啊，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陆源，是你感觉错了，还是故意这么说？这井中隐隐有些邪气，可仔细一查又什么都没有。怎么会这样呢？神剑紫影既然带我们来到这里，那说明这井中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可为什么我一点都察觉不到呢？陆云，你能察觉到了？我只是淡淡听到了一些微弱的声音，似是像一个女子在哭泣，可现在没了。傲雪师姐，你可察觉到了什么吗？隐约中有些奇怪的气息，可惜一闪而逝，很难查清。我们还是下去查一下好了，那样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这里不大，咱们一起下去不方便，我看还是我先下去吧。云峰，你和师姐暂时留在这里，注意四周动静，有时便以笑声传讯，我马上上来。哎，陆远，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你去呢？鬼怪之事我最在行，还是我去吧。你就留在这里陪师姐说说话吧。每次都是你打前锋，这怎么可以啊？这次让我去，而且我听到了有哭声，你们暂时什么都听不到，就守在这儿，免得浪费大家时间嘛。真是的，抢我的饭碗啊！以后你们什么都会了，我还怎么混啊？下一次一定不与他多说，直接做了再说。嘿，师姐，你说是不是啊？出来吧，我能听见你的哭泣声。你应该是个女子，为何不转世投胎呢？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呢？你能听见我的哭泣声？这不是在骗我吧？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这哭泣，可惜从来没有一个人听见。想不到今天终于遇上一个可以听见我声音的人了。几百年了，好漫长的岁月。几百年了，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为什么不投胎，反而在这里哭泣呢？我也想离开这儿，可惜我没那个能力。每一次我飞到井口，总是有一道奇异的结界把我挡回来，怎么也出不去。无数次的失败，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是无法出去的，所以我才会一个人在这里哭泣。几百年来，我一直在摸索这件事情，唯一的可能就是这道石碑里面隐藏着什么东西。可惜我的能力低微，什么也查不出来。今日能见到你，也算是一段缘分吧。我有一件事情想求你帮忙，不知道你可否愿意呢？这石碑里的确隐藏着一些东西，我也正是因为这石碑才下来的。至于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你可以说来听听，如果可以，我会帮你。都说人死后就变成了鬼，在世间，鬼是不受人喜欢的，往往被那些修炼有成的真人说成是害人的恶魔，进而诛之。为什么你第一次见我，又明知道我的身份，却不出手对付我呢？你的那把剑十分的霸道，那里头有我害怕的东西，只要轻轻的一剑，就可以解决我的。天生万物，其实也包括鬼，只是一般世人不理解，受到一些厉鬼的攻击，便将所有的鬼物全部说成坏的。就算是人，也同样有无数的恶人，不是吗？我师父教过我，是与非，善与恶，都是要靠每个人自己判断的，不能只听别人怎么说。在我而言，
只要是我能看见的东西，它就是存在的，只不过形体不同。好了，你还是说说你有什么事情。将来有一天，你要是在外面遇上了一个叫做流星的男子，你就告诉他一件事情，你告诉他，当年的山盟海誓都已经过去，那个叫做夜雨的女子已经离他而去，让他将那一切全都忘记吧。他若是追问的话，你千万莫要把我提起，就告诉他，魂已断，曲空传，人已远，青目血泪寒，坠红颜。就是这事儿，你要是愿意帮忙，我就感激不尽了。放心吧，如果我遇到，会帮你打听的。只是已经几百年过去了，他人还在世吗？会不会已经死了呢？不会，他不会死的，他一定还活在这世界上。记得我第一次遇上他时，他是一个小道士，那情景我永远都记得。可惜当时不知道珍惜，记得当时月回首不看脸呢。是啊，人一生有许多事是需要放在心里的，这过去的就莫要追回，一切向前看吧。好了，我看看这石碑中到底有什么东西，为什么会一直将你困在这里。你身上的气息中隐含着石碑里的灵气，所以你的魂魄聚而不散。同时这石碑有种束缚之力，可以束缚一切的魂魄与元神的一体，而你恰巧属于这个范围，所以一直出不去。而我探索的真气也被它困在了里面，这还真是十分奇怪的事。这么多年了，寂寞一直与我相伴，我已习惯了。如果不是心有牵挂，我或许会很满足这样的生活。今天能够遇上你，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希望，我的心也就满足了。你只要能出去，我就算是永远留在这儿也无所谓了。镇魂碑，这表示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哎，你听过吗？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我死了之后一直在这儿，什么也不懂。我只能感觉到，这镇魂碑上有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似乎要把我吸进去。我心里很怕，不敢靠近。你到我身后来，等下记得不要离开我，不然会有危险。师姐，别激动。这位姑娘虽然是魂魄之体，但她并没有为恶。看这两股光华，其中隐含的力量之强大，想必陆云师遇上危险了。我下去看看他，师姐就留下吧，我先下去了。我也去，你在前面，我随后。走吧。这镇魂碑十分奇特，可以锁住一切的魂魄与元神，让其无法离开。它外面原来有一层无比强大的结界，而我已经将它破解了，只是暂时没机会查看这镇魂碑有何神秘。这镇魂碑好神秘，我查了半天，竟然什么都查不到。你们两个有什么收获？我倒是察觉到一点，这镇魂碑中似乎隐藏着一件东西，可以起到镇魂锁魂之用，所以才使得这位姑娘无法离开这里。另外，这镇魂碑中有掩饰气息的能力，所以咱们在外面没有察觉到下面有鬼物阴森之气。只可惜我不能肯定那里边到底是什么。哎，真的吗？要是真的有东西，那一定是非同寻常的宝贝，那样我们可就赚到了。嘿嘿，我可得好好研究一下，不能入宝山空手而归啊。
这东西神秘，怎么也破不了这道禁制，真是奇怪。你们也试试，看看有没有办法。反正就是不能空着手回去，今天一定要把这里的东西弄清楚。师姐，还是我先来试一试，我若不行，再麻烦师姐出马，你看怎么样？小心点儿，不要逞强，不行就退下，免得误了修为。喂，陆远，这好像不是我们医院的绝学啊，我从来没见过呀。这是一把宝剑，快挡住上方，不能让他逃了。陆云，小心别让宝剑跑了。哈，云峰，我有剑了，师姐也有神剑在手，这把剑归你了。陆远，你这么说我可就当真了。先行谢过，将来我会记得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们看，这剑怎么样？这上面刻着斩锋两个字，想来这剑就是斩锋宝剑了。嘿嘿，真是太好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是离开这里，还是继续待在这儿？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待在这里，白白浪费了不少时间。我现在这一些修为，出去外面连光都不敢进，更有可能会被那些修真之人打得魂飞魄散。与其那样，我还是暂时的留在这里修炼好了。等哪一天我可以不怕光了，就自己出去找他。现在暂时只能请你代为留心了。这样也好，你就在这里安心修炼吧。如果我找到他，会将你说的话转告于他。现在我们告辞了，你将来若想出去找我，记得去御园门下就可以，但记得千万不要靠太近，这御园四周有仙阵守护。将来有一天，或许你会遇上他，因为你与他很像，你们的身上有着同样的气息和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该回去了，快一点还可以赶上中午饭。这次回去千万别说起那女鬼的事，不然到时候咱们又被骂一顿。云峰，你一定记住啊。哎呀，这个不用你说我也明白，这事情谁说都得挨骂。你当我是傻瓜？什么女鬼啊，我从来都没见过。呵呵，回来就好啊。这一次的事情啊，我已经听玄阴师弟说了，你们都有一些收获，那也就达到我所定下的目标了。现在呀，我们说一下论武大会的事情。这一次本来的计划呀是12天，可由于事情有变，你们只用了10天就回来了。这样其实也好，这剩下的2天各自再好好的练习一下，趁机将这几天的心得啊巩固一下。这一次听说你们都各有所收获，现在呀就具体说说各自的经历吧。回掌教师伯，弟子这一次前往绝阴谷，不但杀掉无数妖物，同时也了解了不少妖物的习性，懂得如何分析妖物的心理，追踪妖物的行踪。这对于弟子以后在与人交手中，可以更加准确地掌握对方的情况，增加获胜的机会。不错，懂得触类旁通，有进步。傲雪啊，你这一次又有什么收获呀？回师伯的话，傲雪此次学到许多经验，并见识了许多以往没有见过的妖物。10天的锻炼，剑术与法诀的应用都有很大的提高，以往的苦练也都在这一次的历练里完全发挥了出来。修真之人呐，仅凭苦练是不行的。古往今来，无数修真有成的前辈高人，都是在历练中逐步成长，出世苦修与入世锻炼深深结合在一起，才能有成啊。你还年轻，以后多锻炼，
修为自然会大有提升的。师伯，你可能不知道，这一次我可是收获最大的一个人。第一，我知道了自己与师兄师姐的差距，决心今后要刻苦修炼。第二，增加了许多实战经验。第三，我得到了一把趁手的兵器。不信，师伯请看。臭小子，你这把剑是什么时候得到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你这小子存心气我是不是？嘿嘿，师傅，你老人家事务繁忙，哪里有空来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这不也刚回来一下，怕把你老人家累坏了，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您禀报。嘿嘿。哎呀，好了，我说笑了啊。这一次云峰能得到一把上等宝剑，那也是他的造化。看着剑光精纯，就知道这剑与鸿飞的那把烈云剑同属仙器。云峰啊，你还是说说你是怎么得来的，我们大家都听听。同门之间互助友爱，那是极为普通的，但能一直保持下去，就十分的不易。希望你们能够永远保持这副纯真。云峰刚才说你也得到了一把剑，拿来让我们大家看看吧。这剑柄刻有如意二字，剑身含着无比深厚的烈火真元，可谓是至阳至刚之极。配上我杨院的烈火天罡剑诀，那真是强横之极，真是太好了。想不到陆云竟然得到这样一把神奇宝剑。呀，这剑怪异，我的真元怎么无法透过此剑发挥出来？子阳，你练得与我不同，你试试看。你来施展给我们看看，看这剑是不是要认主？怎么我们两人都无法将真元输入剑中呢？此剑神异呀，看来是只认陆云，其他人都很难发出威力。陆云得此宝剑，可以有助于他的修炼。以后呀，记得好好努力啊！这一次的锻炼，大家都有不错的收获，特别是云峰和陆云。我在这里啊，希望你们以后都好好修炼，将来呀，将我们的义缘发扬光大。现在呀，我们就说说那论武大会的事情。这一次呀，由于本门一下子出了4位杰出人才，我决定我们义园派7人前往天剑院，除了他们4人与我外，剩下的2人我正想与大家商量一下，大家有什么意见啊，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商量。以往的情况师兄心里都有数，我们就不说了，可这一次我是一定要参加的。这么多年了，我们杨院终于出了一位奇才，我是无论如何也要跟去看看的。希望师兄明白我的心。哎呀，由于情况特殊呀，我也十分为难。本来大家都去，那是最好的，可近来那些妖物猖狂，鬼物时常出现，所以呀，我们必须要有人留守。考虑到以往多次的情况，我的打算是，这一次呀，由静月师妹与子阳师弟陪我一起去，乾元师弟和玄阴师弟就留守在这里，时刻留心那些妖魔鬼怪的动静。这样的决定啊，希望2位师弟要谅解。想不到这修为到达了这种地步，对这种事还是这么在意。这件事情啊，就这样决定了。2天后，我们7人就前往天剑院参加这一次的论武大会。据说此次其余5院门中啊，
杰出之人着实不少。我们要想在无数的强劲对手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全力以赴。以往呀，我们一直排在6院之末，就因为我们每次比赛总排在最后，所以这一次，我希望大家都能全力一搏，为议员争得一些荣光。小铁，你现在好吗？你说将来或许还会再次相见，可是在什么地方？陆云，你疯了！你在干什么？难道不知道镇魂符霸道无比，可以禁锢一切的魂魄元神？你这是诚心害我不是？哼，你别怕嘛，我就试一试，同时也是提醒你，以后最好听话一点，说不定哪天不高兴，我这一掌就印上去。哼，陆云，哼，卑鄙小人，就知道威胁我。云峰啊，这一次为师虽然不能跟你同去，但我的心里却随着你去了。此去记得要努力，别给我们阴院丢脸就是。放心吧，师父，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你们有谁明白刚才我为什么一直徒步前行？师伯，我觉得你这样做是想让我们体会一下平常人的感觉，提醒我们时刻牢记，不要浪费这来之不易的修为。哼哼，谁还有不同的看法？继续说，不管对错呀，我都不会为难你们的。师伯如此做法，我以为是在提醒我们做好准备，不慌不忙地前往，那样在遇上对手时，才能保持平静的心态，发挥出最强实力，一举战胜对手。我觉得师伯这样做，是在告诉我们，修真之人不能忘了本源。虽然我们现在都懂得道法，掌握了御剑飞行之道，可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我们那平凡的身体。不管我们修炼到何等高深的地步，我们都只是从最平凡的常人开始。徒步前进，除了可以保持心情平静之外，还可以隐藏自身实力。这次我们的对手都是十分厉害的高手，如何隐藏自身实力，掌握对方的状况，在关键的时候给予雷霆一击，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此去是为了给议员争光的，所以为了取胜，就要尽量隐藏自身实力，不让对手将自己看穿，这样才能多一份胜算。这个问题暂时留给你们去深思，将来我再告诉你们。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从这里到天剑院，御剑飞行只需要半天的时间。这一次，所有提前带你们前去，是为了让你们对天剑院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他能在500年的时间里一直位居修真界第1位，那是有一定道理的。又来一派，今年看样子与往年有些不同啊。这些人怎都如此早就来了？会带着什么目的呢？真是奇怪呀。师伯，这山可真是凶险，不愧为修真界排名第1的太玄山啊。只是有一点弟子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御剑而上，而是要这样徒步走上去呢？你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所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这天剑院被称为6院之首，乃天下修真界的泰山北斗。几百年来，为了表示对天剑院的尊敬，其余5院一致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无论哪一院之人到了太玄山下，都不得御剑之上，必须停下徒步而上，以示尊敬。原来是这样，
真是有气魄。要是哪天我们一元一跃成为了6院之首，那是不是其他人来我们一元来，也得远远的就停下，徒步前往？要是那样，我们可就大大的有面子了。嘿嘿，真想感受一下那种感觉。想要美梦成真呐，你们就得好好努力。想当年天剑院一直排在6院之末，可上一届的掌教天剑客却在短短30年时间里，就使得天剑院一跃成为6院之首，那可一直是修真界里的神话呀。一元能否创造神话，就要看你们的表现了。其实，我们在这里下剑步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太玄山乃天剑院的立派之地。当年天剑院创始人凌天在创建天剑院时，为了防止外敌入侵，就在这太玄山上设下了一座奇绝天下的玄天剑阵。任何从太玄山上空遇见横越之人，非死即伤。此事修真界的所有人都知道，故大家在经过太玄山时都格外小心，绕道而行。哈哈，玄玉道兄远道而来，小弟代本门掌教在此欢迎各位。玄玉道兄比以往提前了1天，看样子这一次一元一定又出了不少杰出弟子，小弟先在此恭喜道兄了。想不到这一次竟然劳动柳道友在此迎接，我们真是受宠若惊。不知其他各院可有动静了？你们4个快来见过柳师叔，他可是整个天剑院的第2高手，在整个修真界都是鼎鼎有名的奇侠。以后记得多向柳师叔请教，定然受益匪浅。哎呦，玄玉道兄，这次你们一元看样子是有备而来呀。这4个弟子个个精气饱满，灵光透顶，全是难得一见的奇才。至于说谁最先赶到，哈哈，你们的确不是第1，但也位居第2。最先赶到的是洛阳的如院，他们下午来的，一行10人，由浩云居士带领。柳道友过奖了，这一次我们只要不落在最后，我就心满意足了。不知道这一次那如园之人落脚何处呢？他们这一次落脚天风洞。至于你们，我正打算让你们在天火洞休息，不知玄玉道兄觉得如何呀？柳道友的安排自然是不会错的，我们就去那里休息好了。走吧。就请玄玉道友委屈几日暂时住在这里。有事呢，外面那些弟子你们可以随意吩咐。晚上玄玉师兄和紫阳道友、净月大师经前往天玄洞，掌教会亲设盛宴欢迎你们。现在你们也累了，我就不打扰了，好好休息。真是奇怪，这天剑院号称修真界第1门派，怎么全部住山洞过野人生活呀？真是想不明白。看外面那些弟子，这里人数极多，难不成一直都住这山洞？那还不把人住疯了？天剑院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勉励门下弟子，让他们发愤图强。其实这天剑院之人也并非都住在山洞，他们也都是有房子的，而且比我们一元要豪华多了。只是能住在那里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哼，他们真是太可恶了。以往乾元师兄说起，我还不怎么信，今天亲自见了，才发现他们竟然看不起人。在他们眼里，我们一元一直位居最后，就连住的地方也是天剑院最差的天火洞。算了，
谁让我们议员一直位居最后呢？这一次呀，我们如果还不能将以往的劣势扳回，那我们就永远的都没有希望了。所以在这里呀，我希望你们4个此次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议员并非永远都位居最后。现在大家呀，都各自选择移动，休息一会儿吧。师伯放心，这一次我定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议员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他们太欺负人了，这一次就算打不过他们，也要狠狠地与他们拼一拼，免得被人看扁了。哼，我就不信他们有多厉害。好吧，你们一起去看看也好。这里的人全是6院之人，你们单独出去切不可生事，不然到时候掌教不好说话。师父，您放心好了，我们只是出去随便走走，看看四周的风景，同时了解一下5院的参赛者，对我们的比赛有帮助吗？唉，这一次的比赛看样子我们议员又是很难挤入前几名了。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届的6院会武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杰出人才，真是大出我们的预料啊！一切都已注定，多说也是无益。这一次希望有1人能进入前6强就值得安慰了。谁让这一次其他5院高手辈出呢？那剑无尘我们也见过了，我们议员还找不出一个可以相比，而菩提学院的本一凤凰书院的苍月，据说其修为也是深不可测。这样算来，我们议员的形势这一次恐怕不容乐观了。这怪洞可真热呀，难怪叫天火洞，住在里面真是难受。无怪师伯心里不高兴，就是我也住得心头一把火。师兄师姐，我们刚来这里可一点都不熟悉，要不找个人带路吧？你都说了，还问大家干什么？快找个人来，带咱们四处走走。我们天剑院一共有6栋，每一处都相隔数里，要慢慢走过去太费时间。这里虽然不能御剑横空，但御风而行，施展轻功还是可以的。我们现在就先去天风洞看看吧。你们好，我是议员的林云峰，不知道你们是哪院的师兄啊？原来是议员的师兄妹啊，我们是汝园的弟子，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碧天，这些都是我的师兄弟。6位师兄是昨天来的吧？怎么不出去走走呢？要是你们愿意，不妨咱们一起。既然陆师弟有心，我们又怎好拒绝？不过为了免得掌教担心，我就留下3位师弟在此，我与杜立、高峰陪你们一起走走吧。据说你们议员的张傲雪师妹修为精深，美若天仙，今日一见才知道果真是名不虚传。想来整个6院中，恐怕只有凤凰书院的苍月师妹可以与她比肩。等今天那苍月师妹也来了，他们2人站在一起，那可真是天下双璧，修真界的2朵奇花呀。不知傲雪师妹可有意中之人？这是陆师弟可否告知？师兄这话可把我问住了。我与傲雪师姐虽然同属一院，但平时大家忙于修炼，1年之中也见不了几面。你问这事我也不清楚，你要想知道的话，还是找机会自己问他吧。抱歉了，如果我们想要到山腰去，你可以带我们过去吗？现在柳师伯在那里接待前来的各院贵宾，我们如果去那恐怕不太好。你们要是想见见其他各院的弟子，只需要在岔路口等待就行了。因为所有上山的人，无论是安排在哪一栋休息，都是要经过那里。我把你们带到那里去好了。你们怎么走到一起了？是不是都耐不住寂寞，在半路上遇上的？师父，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净月师叔没有过来吗？
其实是我无聊，找来你师父在这儿闲聊几句，想不到你们就来了。至于净月大师，他此时正在与凤凰书院的掌教羽无双聚会呢。师叔，怎么凤凰书院的人也来了？我们每个洞都看了一下，可没有看见他们啊。他们刚来，可能你们刚好错过了。现在就只剩下菩提学院与道元没有来了，相信要不了多久他们也会赶到。趁着现在这个空隙，你们一起走动走动，多点了解也好。你们大家好好聊聊吧，将来行道天下时，彼此也可以相互帮助。修真界里，每人都得要有几个朋友才行啊。你们如元这个蔽天修为之深，可是不同凡响啊。看来这一次我们一元又要准备垫背了。这个跟了我们50年的最后一位，我们已经背得太久了。子阳啊，我们都是老朋友了，6院中就我们2院关系最好。说实话，那最后一名谁愿意背了？6院中我们2院一直就是背黑锅的，这一点大家心里都明白。天剑院霸绝天下，500年来地位一直不曾动摇，就连菩提学院也拿他们没办法。我们又能怎么办？这一次你们一元出了4位杰出弟子，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我也为你们感到高兴。可人家天剑院出了6个，你说这怎么比？想开一点，不要太在意。就我看，这一次你那门下陆云恐怕会有不凡的成绩。说实话，一元最厉害的是李鸿飞与张傲雪。我这弟子虽然是个奇才，可他到一元仅仅2年。2年时间，他从一个一点法术都不会的少年，修炼到这样的地步，我已经感到万分高兴了。这一次为了要来，我不惜与乾元师兄闹得很不高兴。为什么呢？也不就是想看看我杨院这个弟子是否能为一元争光。本来是想他要是能进入前6强，哪怕是最后一名我也高兴。可来了这里才知道，这一次各院的杰出弟子10分之多，他恐怕是希望不大了。你也别泄气，现在还没有比，谁知道呢？就像你说的，他既然有本事用2年的时间修炼成一身本领，说不定这一次他就真的能创造奇迹呢。今天凤凰书院掌教玉无双，菩提学院掌教法果大师，道元掌教七玄真人都带门下弟子赶到了。这一次除了我们一元是4人参赛外，其他5院都是6人参赛。这样啊，36人就有了2个空缺，而这个空缺呢，就将由天剑院的弟子补上。下午呀，我们6院掌教共同商议了一下，这一次的比赛还是采用以往的方式，实行淘汰制。6院中每院都可以指定2个弟子直接进入复赛，其余弟子则必须进行初赛，方能进行下一轮的比赛。比武暂定为第4轮。第1轮由剩下的24位弟子进行1对1的淘汰制，而胜出的12位弟子则与6院指定的12人混合在一起，进行第2轮淘汰赛。为了保证每一院的实力不受损，所以同院之间的弟子在这1轮中不会遇上的。第2轮比赛结束后，剩下12人再进行错院比赛的形式，最终啊留下6人，这6人就将是这一届6院会武的前6强。最后啊进行的就是6强的排名之战了。这一轮比赛随意抽取名单，抽中谁就是谁。每一届的比武，哪一派弟子能得到第1名呢？那么今后的10年，那一派就是6院之首。这么多年来，
除了菩提学院曾经取得过3次第1名以外，所有的第1名都被天剑院所得。这一次回来，我就是想说一说关于我们议员指定哪2个人直接进入复赛的事儿。我想听听大家的意思。指定哪2人直接进入复赛，一切听从师兄安排，我没有意见。既然这样，那云峰和陆云就辛苦一点，去参加比赛。傲雪与鸿飞暂时休息，等着在复赛中好好表现。这样的决定，你们可有异议？师父，放心吧，我不在意这些。正好这一次呢，也可以见识一下其他各院的绝技。说得好，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我们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议员的威名，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小瞧我们议员的弟子。好，这事儿啊就这样定下了。我等下就将名字报上去。第1轮的比赛分6个赛点，每一洞前1个，同时进行。你们呀要好好准备一下。我先走了，加油吧！希望你们2人都顺利过关，为我们议员争光。今晚记得好好休息，我们大家都祝福你们。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想事情吗？今夜的月色很亮，很清晰。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时间好好的将它看仔细。今夜，就当是给自己一个回忆，静静的将它印在心里吧。明月如镜，明月如星，人心似雨，七窍皆举。每一次当我想事情的时候，我总会不自觉地望向天际。我是要告诉上天，也告诉我自己，我这一生都不会屈服。我所想所愿，便是纵横天地，随心所欲，做一个不被命运所摆布的人。所以我选择了修真。你的理想太远了，这一生我希望能平淡的走完就足够了。碧光映月儿时梦，几许繁华春梦中。我欲扬剑追明月，可怜当时月朦胧。心若无痕，何来泪滴呢？这世间事，繁华如梦不常在，寂寞如风永相守，哪能在意那么多呢？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明天6元比武就要开始了，说一说，这次你有什么心愿？这一次的比赛关系到议员的荣誉，我们只能全力以赴。下午，师父跟我提了一下凤凰书院的苍月，说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不灭之境的下层。这一次比赛要是遇上他，我恐怕是很难过得了那一关的。从师父当时的神情我就看出，这一次的比赛恐怕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严峻。这我看出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努力一拼，不是吗？是啊，努力一拼，希望可以有一点成绩。今晚的月色真美，傲雪，愿不愿意陪我在这附近走走？早就听闻这太玄山靠近黄河，听着奔流之声，那黄河之水应当是十分急促。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见过黄河那雄伟的气魄呢。咱们一起看看去吧。我也没有见过，今晚就去见识一下吧。都说黄河孕育了中华数千年的文明，今晚我们就去领略一番吧。傲雪，你听见那奇怪的声音了吗？好像是从石崖下方隐约传来的。此时接近子夜，时间还早，我们就去看一看吧。这里玄阴之气怎么这么重呢？那奇怪的声音虽然清楚了许多，可是反而却不易查出它究竟来自何处。那奇怪的声音很奇怪，似乎不是固定的，像是一种旋转流动的旋风形成的。
我们就去看一下吧，看看这声音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里面是否隐藏着什么玄机。这7个石洞中，每一处所发出的劲道、方位、数量、时间都是各不相同的。想要探究这一规律，最好的办法，咱们逐个开始。好，但我发觉这些风就像剑气一般，十分霸道。仔细留心了奇异的声音，再配合这些风劲的路线，你就会发现，这好像是一套神奇的剑诀。现在，我们趁机好好留心，说不定可以学到一些意外的东西。傲雪，别停，你慢慢跟着我，很快便会明白其中的奥秘。我会放慢速度，你仔细看清楚。我们刚才学到的那套剑诀，奇异霸道，你说是不是该为它取个名字？今夜这番奇遇是咱们共同的回忆，这套剑诀也只属你我。它出自黄河之中，得之无意之间，又是月色下习得，所以就叫夜月斩法，你看如何？夜月斩，夜月斩，太玄山上黄河之畔，得之无意间，几许回忆在心田。昨晚经过6院掌教的医治商定，今天早上辰时，所有参赛门派连同参赛弟子都必须赶到天玄洞前聚集，辰时3刻举行大会的开幕式。到时候所有掌教都将出席，由6院掌教一起宣布比武规矩，比赛将在辰时末正式开始。至于比赛名单，现在已经定下来了。师伯，那今天我与陆云的对手是哪个院的弟子？这一次6院参赛弟子的修为精神都很不错，杰出弟子之多，大大超出以往各界。据我所知天剑院的剑无尘年仅26岁，就已经修炼到了不灭的中层，修为之深这一点也不逊色于6院的掌教。此外，还有菩提学院的本一、道院的无望、如院的碧天、凤凰书院的苍月。这一次我们1院想要取得一席之地，就靠你们4个人的努力了。至于这一次的比赛，云峰将对阵天剑院天风洞最杰出的弟子木华，而陆云的对手则是如院的李明。李明在如院是一个较弱的弟子，所以陆云的运气不错。而云峰的对手很强，这一关估计有些难度。好了，现在我们就去吧，具体事情到了那里就知道了。师叔，这里的6院前辈都是些什么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你们仔细留心，天玄洞口处那一方的全部是天剑院的门下，居中那位就是天剑院的掌教李长河。他左边那人你们都认识，就是天剑院的第2高手柳星魂。右边的是天玄洞的首座剑无尘的师傅君不悔，排名第3。3人身后那一排6个弟子中，穿白衣的就是剑无尘。天剑院左边的一处就是菩提学院的高手，中间坐的那大和尚就是菩提学院的掌门法果大师，他身后那位30左右的少年和尚
就是菩提学院这一届最杰出的弟子本一。本一身边另外一人，在菩提学院也相当有名，乃是排名第2的解禅。哇，真是想不到啊！凤凰书院还有这么一位美女，竟然与我们傲雪师姐不相上下。要是他们2个人站在一起，那真可谓是修真界里的2大绝世美女啊！你当这是选美啊？人家是凤凰书院最为杰出的弟子，小姐，人家一生气过来跟你拼命，你就惨了，到时我们谁也帮不了你。那人就是苍月，他是凤凰书院掌教玉无双的弟子。那位30多岁的美丽女人，就是凤凰书院的掌教玉无双。她的身后，苍月旁边的那位是凤凰书院弟子中排名第2的许杰，他与苍月都是直接晋级参加复赛的高手，到时候你们得小心。今天是我们修真界的一个大日子，我们6院最杰出的人才都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要展现一下10年来我们6院的修为成果。现在我代表天剑院欢迎各位的到来，预祝大家都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展现真实的自我，将来斩妖除魔，为天下百姓多做一些贡献。其次，我希望大家在比武时尽力遵循点到为止，体现和平友爱的精神。这次比赛还是同以往一样，实行6个地点同时进行。同时，为了鼓励大家的进取心，本次比赛谁能获得第1名，就将得到本次大会的特别奖品乾坤袋。这一次，借此6院论武的机会，本座也说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都是关于修真界的大事。第1件，此前几个月，人间界突然出现魔域与鬼域的异域，四处危害百姓，残杀生灵。后来虽然经过修真界高手的阻杀，形势好了一些，但隐患一直都没有根除。作为修真界的6大门派，我们6院有义务消灭那些残害百姓的邪魔妖物。第2件，就是不久前本门弟子无意中发现了天下9大灵脉中排名第3位的天龙灵脉。可奇怪的是，发现之时，整个天龙灵脉都已经灵气尽现，只剩下一些邪恶的魔气正疯狂地壮大。为此，本门付出了3位高手的生命，才暂时将那处魔域出口封印。第3件，传说中天地间有一把至阴至邪至毒的兵器，这把兵器名为天邪魔魂刀，传说曾饮10万生灵的鲜血，是天地间最霸道的3大邪恶凶器之一。近来不知道是从何处传出消息，说此刀已惊现人间，为此本座希望大家都要提高警惕。遗嘱相后，比赛正式开始。所有参赛者现在立即前往比赛地点进行比试。上午是云峰与天剑院木华的比赛，地点就在天风洞外的广场上，我们现在就过去吧。哈哈，玄玉兄，想不到前天才见面，今天我们2院弟子就要对阵。是啊，这一次是我们2院对阵，下一次还不一样是老朋友见面吗？看开一点就是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让他们彼此准备一下呢？哈哈哈，玄宇兄所言甚是，就让双方准备一会儿开始吧。不管结果如何，尽力而为就是了。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小心点，全力而为，就有希望。
议员林云峰，请赐教。天剑院木华，幸会幸会。注意了，我出招了，看剑！好修为，不愧是议员的杰出人才。现在，我们就来好好的比一比，看看谁的绝技厉害。哼，闪避的速度倒是不错。你躲闪的速度也不慢。休要得意，接我凌晨诀一式。不管结局如何，云峰都是好样的。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本门的4大秘籍之一的倚天镇魂诀修炼到如此地步，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次云峰肯定会赢，我相信他。陆云，你下午还有比赛，不宜消耗真元，还是让我来吧。恭喜玄玉兄了，这一次出了如此优秀的弟子呀！刘道友过奖了，这一次云峰也是侥幸而已。现在天色也不早了，我还要回去帮云峰疗伤，就先告辞了。云峰此次真元消耗过巨，对身体与往后的修为都有一定的影响。好在他底子还算坚厚，所以没有大碍。不过他想恢复比赛前的功力，恐怕有点困难。现在也只能是尽力而为。师弟你就全力为他疗伤吧。下午在天鹰洞对阵如愿李明的比赛，虽说要轻松一些，但你也得小心不要轻易消耗过多的真元。实际的比赛情况瞬息变化，除了修为还要看临场应变能力，希望你多加领会。这次我不会让大家失望。大家不要担心，云峰目前已经恢复6成功力，相信在明天比赛时有望恢复9成功力。现在就让他好生休息，趁机多恢复一点吧。这一次就可以看到你们阳元最杰出弟子的表现了，到时候他可要手下留情，别让我们把人抬回去，那就麻烦了。看你说的，我这弟子初入玄门，没有什么经验，到时候还要你们的弟子多多指教才是。张师妹，听说上午你们议员的林师弟大展奇威，一举打败了天剑院的高手木华，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听说他受伤不轻，张师妹记得带我问候他，希望他一切都好。明天张师妹也要上场了，到时候我一定前去为你喝彩，那就可以一睹师妹的风采。谢谢你的问候，我会转告林师弟的。现在时间要到了，我去问候下陆师弟，你请便。比赛就要开始了，记得一定要小心一点。加油，你一定行的。在下议员陆云，请多指教。我是如愿李明，我听许师伯提起过你的名字，说你是议员杨院中最杰出的天才，等下还请多多手下留情。李师兄过奖了，我入门不久，修为尚浅，也请李师兄多多的关照。
浩然正气，忍者无敌，给我浩然第一式，正气山河。看这情况，这对手也不是好对付的。好在陆云一直没有受伤，这一点十分的有利。这一次的6院会武，几乎就找不出弱者。就像这个李明，在儒园中并不出色，但仍然有如此强横的实力。可以想象，儒园的杰出弟子一定更为厉害。以后的比赛，真的是难以预料啊！这一次，其他5院的弟子都实力强大，我们想要进入前6名，那只能看他们4人的运气。浩然正气第2式，丹心照日。看看是我的红莲厉害，还是你的丹心照日强？李师兄修为高深，陆云十分佩服。现在，我们停手吧。你很强，真的很强。这一次，谢谢你手下留情，希望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哈，现在咱们是朋友了，对吗？对。这陆云很奇特呀，胜而不骄，平易近人，有一种王者之气。以后你们要记得多向他学习。现在我们过去吧。这一刻，我真的要恭喜你，你收了一个好徒弟，不但修为深厚，更重要的是他这份宽厚的心怀。这一次，说不定他会为你们一员带来极大的改变。老友，你真是福气好，令我羡慕不已啊！过奖了，大家老朋友了，你还说什么见外的话？人还成为朋友，这也是极为难得的事情。我们都是同喜，同喜呀！哎，怎么样？你的比赛一定胜利了，是不是？你们都走了，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干着急。我们是希望你好好恢复元气，明天还有场艰难的比赛等着你。我的比赛结束了，巧赢了儒园的李明师兄，所以我没受伤。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恢复了6、7层功力，今晚再努力点，明天就恢复的差不多了。倒是你，可真是厉害啊，一点伤都没有，就胜利了，比我可厉害多了。明天我一定要仔细的看你比赛，为你加油。希望咱们不是同时比赛，那样就可以看到彼此了。师妹，这比赛你来了几届了？对于比赛的情况比较了解，就你个人认为，明天的比赛我们一员的4个弟子能否全部通过啊？照以往的情况来说，这一次4个弟子能顺利进入下一轮比赛，已经十分令人满意。在下一轮中，恐怕会有2人通过，2人淘汰，而最后的6强能有1个进入，就已经十分不易了。以往每次的比赛，几乎都是保持在每院都能有1人进入前6强，但这么多年来，只有我们一院连续5届没有杰出弟子进入前6强，而天剑院每次都能有2人进入。这一次比赛究竟会出现怎样的结果，谁也说不准。只是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免得最后的结果让你难以接受。刚才我去了解了一下今天比赛的情况，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一次参赛的24人中，我们一员2人全部通过，凤凰书院4人参赛，3人被淘汰，只有1人通过。儒园4人之中2人通过，道园也同样2人通过，剩下的菩提学院4人参加1半通过，而天剑院6人参加3人通过。从这一次比赛来看，天剑院的实力最强大，隐然排在第1位。那样一来，明天的比赛天剑院就有5人参加，我们遇上他们的几率要比其他4院
都大了，今天的一战，他们的实力就已经显示出来了。明天再遇上他们，恐怕就将更激烈了。正是，但不管遇上谁，都是实力强横的对手。今晚呀，大家记得都不要出去了，就在这里好好的打坐运气，为明天的比赛做准备吧。这是关系我们议员荣誉的一战，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务必尽最大努力。这一次的6院论武，从今天比赛的情况来看，比以往的任何一届都强。这说明我们6院这一届都出了较多的杰出人才，这是一件好事啊！为了做到公平公正，我们今晚好好商议一下比赛名单的安排，还是像以往一样，每院都推出2名最杰出的弟子，尽量避免2强相遇的情况出现。天剑院剑无尘、展玉、菩提学院本一、戒禅、道元无望、云华、如元碧天、杜丽、凤凰书院苍月、许杰、议员陆云、张傲雪。为了避免这推举出来的12位杰出弟子在第1轮中相互遇上，所以他们12人将与其他参赛的12人进行比赛。至于这具体的人选，就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商议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每人呢，都将自己手上的名单左右两边的人名用线连接起来，连接的2人就组成一组比赛。为了力求公正，每一次有6人选中相同的对手，每一组的对手名单就算确定，而剩下的则继续重复选择，一直到选出所有的名单为止。至于同院避开的原则，我就不用多说了。好了，现在就开始吧。这一次呀，或许是命中注定吧。不管我们怎么想，可最后啊，还是对上了最不愿意碰到的天剑院。今天是你们4人一起参加比赛的日子，我在这里先预祝你们都能取得好成绩。这一次对手十分的强大，你们必须要全力以赴，争取能取得最好的结果。另外，有一点你们要记住，这一次比赛虽然重要，但只要尽了最大的努力，哪怕是输了，也不会有谁怪你们任何人。师伯，这次我们对手是谁啊？这一次呀，你们4人中，云峰和鸿飞是在上午进行比赛，而陆云和傲雪则是在下午。鸿飞这一次的对手是凤凰书院的许杰，傲雪的对手是道元的清溪，只要你们发挥正常，应该是可以取胜的。至于云峰和陆云，你们2人的对手都出自天剑院。哎呀，掌门师伯，你快说吧，究竟我和陆云的对手是谁？很厉害是吗？这一次呀，你们2人遇到的都不是好对付的人。云峰这一次的对手是天剑院排名中第2的展玉，而陆云则是对上排名第3的冷家豪。这2人都是天剑院有名的高手，比那剑无尘就算差些，也绝对弱不了什么地方去。所以这次啊，不管结果怎么样，你们都不要在意。现在呀，云峰与鸿飞就准备一下，云峰这一次比赛的地点就在这天湖洞外。下午啊，陆云与那冷家豪的比赛也在这里，而鸿飞则在天蓬洞前，下午傲雪在天玄洞比赛。鸿飞啊，准备一下，等下我与子阳师弟一起陪你前往比赛，其他人就留在这里，注意云峰的比赛。不要放弃，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加油吧，师弟。谢谢师兄，我会的。这一战，不管输赢，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李师兄，这一次的比赛我就不去看了，在这里，我预祝你顺利取胜。师兄，你一定可以战胜对手，我相信你。谢谢你的祝福，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你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比赛总是有胜负的，不管输赢结果，只要努力，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议员，那就行了。这一次的比赛，希望你们在认真对待的同时，
也不要太过执着。修真之人本应该淡泊名利，太执着，反就落入下乘了。希望你们3人能明白这个道理。这一战我要是赢了，他们说不定每人1块石头就能把我给埋了。放心吧，你要是胜利后啊，没力气抵御那些石头，还有我帮你挡着。小心点，那斩玉十分厉害。我明白，放心吧，大不了打不过我躲就是了。天剑院斩玉，你就是昨天打败我们天剑院木华的林云峰了。今天我就要好好的领教一下你的绝学啊，看看有何出奇之处。希望你别让我失望。不错，我正是林云峰。听说你是天剑院这一届弟子中排名第2的高手，我也正想讨教一番。哼，马上你就知道了，到时候可别求饶。来吧，时间到了。哼，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原来不过如此。哼，我的确就这点本事，可我昨天却战胜了你们天剑院的弟子。不知道你们天剑院的弟子又高明在什么地方？哼，马上你就知道我们高明在什么地方。接剑吧！我还站着，并不觉得你有什么厉害的。我会让你知道我们一远的厉害。来吧，就只会这点偷偷摸摸的小玩意儿，现在看我如何破你这见不得人的玩意儿！翻天诀！你这样子还用再战吗？我看你啊，还是认输算了，免得继续丢人现眼啊！我还站在这里，并没有输，你用不着得意。现在就接我最后一击吧！无极混沌，太极幻化，阴阳两仪，是为天地。乾坤万物，阴阳天地，三界五行，唯我号令。阴阳法剑，灭鬼斩仙，残烈破。阴阳法诀？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学会了阴阳法诀？哼，起来啊！啊，你不是不服输吗？现在怎么不行了？不会用这东西，滚我一边去！云峰，没事了，你觉得怎么样了？唉，回去后真的被师父臭骂一顿，他定会说我又给他丢脸了。没事，还有我，你最好不要遇上我。遇上你又如何？遇上我，我就打得你再也站不起来。你们谁知道云峰的阴阳法诀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件事得从当日阴魂林说起。那天为了对付鬼仙，云峰曾施展出阴阳剑法，差一点将鬼仙诛灭在阴阳剑法之下。当时云峰也是重伤之身，施展死术，所以才会被鬼仙趁机的逃脱。事后我曾问过他，他说这是师父鬼大石，我以中在一古洞中所得，传授于他的。唉，如此说来，他先前也是不打算施展的，只是最后被战玉激怒，才不计一切后果，强行施展此术，以致遭受严重的内伤啊！输赢乃是常事，他何必看得太重呢？这一战他虽然输了，但其实也赢了。要不是他重伤之身，这一场比赛还不一定谁胜谁负呢。上午2场1胜1负，下午
我不希望再有人像云峰那样再弄得一身重伤。胜利啊，固然可以为本门争取荣耀，但大家也要量力而行。现在陆云和傲雪准备一下吧，下午的比赛啊十分的关键。到时候啊，师妹与鸿飞随傲雪前往，我则与师弟一起观看陆云与那天剑院冷家豪的比赛。这一战啊，恐怕不比云峰那一战简单，需要相当的小心。这一次2天时间6场比赛，我们就有3场与天剑院对拼，真是冤家路窄啊！希望明天的比赛不要再与他们对上。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明天还有比赛等着咱们。会的。你小心一点，祝你一切顺利。已经看不见了，还看？是不是有种奇妙的感觉在心里升起啊？嘿嘿，你这表情很有意思呀。好了，别胡说了，还是看着我怎么为你报仇吧。尽力而为就是了，不管结果如何，师父永远支持你。放心吧，师父，我一定会赢的。上午云峰在这里倒下，下午我却让他天剑院的人也倒在这里。议员陆云，请赐教。天剑院冷家豪，注意！陆云的修为很奇特，他身上似乎有一团暗影，一直在掩饰着什么。第一次在议园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他身上隐藏着什么事情。可惜到如今呢，也无法看透。就像现在，如果是换上云峰，你觉得自己的出手方式、对敌的判断，会不会与陆云相同？很难说。我的感觉是，陆云有的时候深不可测，每一次面对危险或者强敌时，都显得很淡，没有常人惊慌失措。这一次，他对我说了，他会为我们议员夺回那乾坤袋。我想，他或许真的可以。这一次，议员4人都异常强悍，那个凌云峰就不用说了，也不知他从何处学到了失传已久的阴阳法诀，在最后一刻还将你重伤。眼前这个陆云，在议园一点名气都没有，来自议园最弱的阳院，可他的修为竟然也极为强横，一点都不比那凌云峰差。再加上这其他2个修为高强的弟子，这一次议园将会成为我们最强大的对手了。哼，明天最好能遇上他，到时候我一定让他知道我的厉害。不过可惜的是呀，他是没有明天的，因为这一场他就注定了必败无疑。希望吧，那样最好。火龙焚天，想不到陆云竟然如此巧妙地施展出来，真是好样的。这是我们议员倚天12诀的最后一诀，倚天幻月。怎么可能？明天2年，陆云他怎么可能将本门的法诀修炼到了最高境界？或许这一次，他还有更令我们意外的表现。多少年了，议员终于出了一位绝世奇才，希望这一次呀，他能为我们带来惊喜。倚天12诀最后一诀，倚天幻月，这怎么可能？他如此年轻，竟然就练成了这最后的一诀——天剑9诀第7诀破天诀。真是想不到，陆云如此轻松就取胜了。恭喜你，瑶园终于出了一位奇才。同喜，同喜，傲雪也一样大获全胜。
恭喜玄玉兄啊，这一战你们又胜了。想不到这一次，玄玉兄门下的4个弟子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真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真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这回的6院会武，恐怕是你们一员的天下了。过奖了，过奖了，我们是1胜1负，打平了。至于这一次会武呢，我们只要是能摆脱最后一名就是万幸了。问门下这一次看样子伤得有点重啊，这都怪陆云学艺不精，守不住手，请多见谅。现在呀，就不多打扰了，告辞。好样的，这次总算替我出了一口气，最好下一次就遇上那展玉，到时候你就给我打得他趴下，看他还怎么得意，怎么拽。这一次呀，虽然云峰重伤不敌那展玉，但我们一员能有3人同时进入前12强，是极为意外的。却有令人高兴的事情啊！本来以6院的情况来看，这一次应该基本上保持每院2人。可我们一下子有了3人进入，那么其他5院中，至少有1院就只剩下1人。这样一来，12人中我们就占了1/4，进入前6强的希望呀就大了很多。师兄所言不错，目前我们优势明显。只要明天那关键一战，他们3人能全力发挥，就一定有希望冲入前6强。为了一员的荣耀，为了你们的威名，努力吧！这一次，我们能有如此成绩，固然应该高兴，但目前最终的结果如何，此刻还不知道。下午回来时，听天剑院的弟子说起，那剑无尘只用了4招就大获全胜，而凤凰书院的苍月仅仅5招就打败了对手。这些与我们相比，差距如何，大家心里都明白。所以明天一战，我们得拿出所有的实力，奋力拼搏，才有希望。不要想太多了，只要尽力而为，无愧于心就行了。大家也累了，休息一会儿吧。晚上我会去商议明天那一战的事情，具体情况呀，今晚就知道了。明天记得努力，我会以你为荣。我们一定会赢的，您放心吧。子阳兄啊，我可是专程来道喜的。陆云这一次将天剑院的冷家豪打败，真是出乎意料，大快人心啊！此次他不仅为一员争取了荣耀，也总算压了压天剑院的威风。过奖了？怎么，现在你又清闲无事，想到来看我们了？这一次，其他几院的情况如何？快说说。这一次来，主要是恭喜陆云大获全胜，同时带来了门下弟子李明的问候。至于这一次6院的情况，以你们一员最是威风啊！这一次只有你们是3人进入前12强，而凤凰书院则只有苍月1人进入，暂时落后。其他4院每院2人，保持平衡。徐师叔，不知其他4院进入前12强的都是什么人呢？您跟我们说说，我们也好有个心理准备。我们如园是碧天与杜丽，道园是无望与云华，菩提学院是本一与介禅，至于天剑院，就是剑无尘与展玉。明天既是最关键的一战，也是最凶险的一战。为了进入前6强，6院的每一个弟子都会拼尽全力，所以谁也不会轻松。这一次的比赛，不管如何，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只要无愧于心，无愧于天地就行了。至于那最后的结果，就一切随缘吧。明天的比赛，你认为我们3人中有人能进入前6强吗？我相信我们3个当中最少有1个人可以进入6强。不过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与其猜测庸人自扰，倒不如赏风饮月，说点其他的。修真的日子很静很淡，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或许在得到力量、得到长寿的同时，修真之人也失去了许多应有的快乐。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长寿是为何呢？人活着只要快乐，又何必在意是否长寿呢？我相信修真之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一旦没了这些，还算是人吗？既然这样，那你修真又是为了什么呢？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完成我的心愿，修真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完成心愿的法门而已。我这一生既然活着，就不会向任何人屈服。当然了，每个人修炼法诀都是有目的的，而我只求随心所欲。那是笑月神剑与天灵神剑的光芒，想不到传说中3大神剑竟然齐聚太玄山。那里一定出事了，我们快去看看吧。小心，这妖物要出现了。他敢在我们3把神剑下现身，显然有不凡的道行。今夜既然被我们发觉，不管他是何方妖物，我们都务必要将他斩尽杀绝，以捍卫我们正道修真界的威严。两位师妹可见过这神秘的光柱，知道它的来历吗？这东西好邪门，竟连我们手中的神兵都不怕。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等妖物，想不到竟然如此厉害。现在这里的事情，相信各位掌教都已经察觉到，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过来的。我们还是等他们来了之后再做决定吧。陆云，你还是退后一点，这妖物到现在还看不出是什么，我们得小心一点。要是云峰在这里，说不定他有办法可以查出这妖物究竟是何方神圣。想不到这么多年了，百兽妖域的黑色莲台又重现人间，看来这一次天下是真的要乱了。传说中这黑色莲台已经有1000多年不曾现身人间了，想不到这一次在我们6院论武大会之际，竟然突现太玄山，真是不同寻常。看来天下的妖魔鬼怪都已经蠢蠢欲动，天下将乱也。据说，当年这黑色莲台出现的时候，仅仅是昙花一现，开始大乱，而这一次会不会与上次一模一样呢？黑莲号称百兽妖域3大奇宝之一，一直就没有被修真界的人真正毁灭过。有传说，这黑莲之体万年不灭，世间还找不出什么东西可以毁灭它。这个传说，我们天剑院也有记载。据古书记载，世间好像有一物可以毁灭这黑莲，可究竟是什么，则没有人知道。现在我们先注视一下这黑莲的动静，只要它不发生异变，就暂时不与它交锋。这股强大的妖气在这个时候出现，是不是在暗示什么？还是在向我们示威呢？这事情既然出现在我们太玄山上6院会武之时，那就是对我们整个修真界的藐视。如今我们6院齐聚，每院的高手都在这里，如果这样都制服不了他的话，以后我们6院还怎么立足于修仙界呢？此刻传说中的3大剑神齐聚于此，3剑合一，威力倍增。我想只要3把神剑联合一体，自然就可以压制住这黑莲。现在吴尘，你就先与2位师妹沟通一下，必须做到3人齐心，那样才能发挥出威力。2位师妹，我们到一旁商议一下，等下好联手一击，争取将这妖物消灭。想不到这一次3把神剑终于相遇，或许这也是天意。苍天或许就是要借他们3人之手来阻止这一场浩劫。你们看他们3人，不觉得很般配吗？神剑天赐，因缘自成。现在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老一辈能做主了。这些门下弟子对于我们的话固然不会反对，可难保将来他们不会怨恨我们。
所以这种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自己选择。玉掌教所言甚是，我们做长辈的可以建议，但不宜强迫。长河兄认为呢？两位说的也是啊，是我操心太多了。算了，一切随缘吧。现在我们还是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对付这黑莲的。原来是修真界传说中的3大神剑，我还以为是什么呢，竟然能逼得我现身。也好，我就见识一下你们3人的修为如何，看你们能否破我的黑莲法界。这男子会是谁呢？为什么他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以往据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看来这一次形势有变呢。我根据本门的观天神术推测，不久之后，人间会出现一次千年不遇的太阴蔽日。那时，正好是天地间正阳之气最弱，邪阴之气最强的时刻。那一刻，天下将有一场血腥劫难爆发，从此卷袭整个人间界，天下生灵必将涂炭。这个1元的陆云，想不到竟然有如此高的修为，真是不可思议。或许将来他会是一个很强的对手。你究竟是何方妖物？为何出现在我太玄山上？此来你究竟抱着什么目的？直说吧。我出自什么地方，你们会不知道吗？至于我的名字，告诉你们也无妨。我叫叶魂。这黑莲是百兽妖域的3大奇宝之一，难道你也来自百兽妖域？这么多年了，人间界与你们百兽妖域之间的通道一直被封印着，你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这一次，我来到这里，只是想告诉你们，我们百兽妖域的所有成员，都将在不久后回到人间。你们就将全部沦陷为我们的奴隶，到时候也让你们尝试一下被异族歧视的感受。哼，猖狂无知！这么多年来，我们既然能够把你们封印住，那这一次我们依然可以。虽然这一次你们窃天之巧，可世间邪不胜正，你们这些妖魔鬼怪的阴谋，最终是无法得逞的。无知的不是我，是你们。这一次不仅仅是我们百兽妖域，就连鬼域和魔域也都已经进入人间界。凭你们又如何阻挡？你们3把神剑在手，可曾伤到我1分1毫？无知的人类啊，现在已不再是当年了，很快你们就知道了。这次我们虽然逼走了叶魂，但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多的精力，而且这一次我们这里几乎包括了整个修真界1/3的高手，也都费了如此大的精力才驱逐他。那将来一旦大批的妖魔鬼怪出现，我们恐怕就真的是穷于应付了。话也不能这么说，这叶魂绝对是百兽妖域中数1数2的人物，他能随那黑莲一起来，就说明他的身份不简单。另外，这一次他要不是仗着有黑莲护体，也是绝对无法活着离开太玄山的。如果论真实的修为，我们这里很多人都不弱于他，只是他的黑莲乃不灭之体，我们暂时奈何不了他罢了。至于将来，
即使出现大批的妖魔鬼怪，但那批妖物虽多，却并不难对付，所以大家呀，不必太在意。今晚这一战，在场的6个弟子都元气大损，明天上午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恐怕有些不公平。大家认为呢？我看这样好了，反正这一次只有12人比赛，就定在下午比赛好了。这样，他们也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多点时间恢复损耗的真元。至于这里的这件事情，就有劳长河兄派人多多注意了。这一次的比赛，绝不能因为这件事而受到干扰。这样也好，为了公平合理的选出这一届的前6强，我们就延迟半天。现在大家就都回去吧，我马上派门下弟子来这里观察那妖物的动静，一旦有情况，马上回报。这次6员会武，恐怕不会这么顺利。以眼下的情况来看，比赛已经是次要的了。可是大家还在争夺名次，或许有一天，会有人后悔这次比赛的。很多事情都不能太在意了。你不是说要追求快乐吗？心里杂念太多是很难快乐的。这里的事情，迟早都是要发生的，许多的事情终究也要面对。其他人都走了，我们也该回去了。明天你们2人都还要比赛，得回去好好调息真元。至于这黑莲的事情，就暂时放在一旁吧。走了。夜月斩法从此消失黄河之畔了，除了咱们2个，再没有任何人能够学成了。夜月斩，夜月圆，巧遇习得，转眼云烟。梦醒处，来时路，夜月如水，尘缘如梦。这一次比赛的人选已经出来了，这是随意抽取的，谁也不得有意。只要不是同门比赛，抽中谁就是谁，大家谁也不能说什么。这一次的人选呢，对于我们义元而言是十分的糟糕的。师兄，究竟情况怎么样？你倒是说啊！你这样，我们心里都急啊。6组的人选分别是菩提学院的本一对阵道院的云华，凤凰书院的苍月对菩提学院的结禅，道元无望对如院独立，天剑院无尘对鸿飞，展玉对傲雪，如院碧天对阵陆云。哼，怎么会这样？我们怎么回回都与天剑院的门下对上？先是云峰对上那展玉，接着是陆云对上冷家豪，现在连鸿飞与傲雪也都对上了天剑院弟子，这不成了我们义元与天剑院的战斗了吗？其他几院就在一旁捡便宜，把最难对付的交给我们，真是气人，简直岂有此理！这一次不管怎么说，我们义元的实力那都是有目共睹的，这样的比赛本就无法做到完全公平合理，总是有人要吃亏的。就算有人要吃亏，也不能老让我们义元吃亏呀。他们几院怎么不去对付那剑无尘呢？分明就是想在这一战中将我们3个门下弟子全部淘汰，又让我们垫背。哼，我心里就是不痛快。算了，这件事情既然已经成了定局，你也不要生气了，毕竟还没有比过，谁知道那最后的结果呢？现在有在这里生闷气的功夫，还不如多去看看陆云，好好鼓励他一下。从他昨天战胜冷家豪的情况来看，今天这一战呀，他也不一定就会输。这一次呀，3人中胜算最大的就是傲雪，他有神剑在手，加上他的修为，应该有很大的希望战胜那战云。对于陆云，我老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可总是抓不住，说不出。他与碧天的一战暂时还是未知数，至于鸿飞呢，那获胜的可能会十分的渺茫吧。其实鸿飞
与那剑无尘的一战，至少他可以全力一拼，试探一下那剑无尘的修为究竟是强到了何种地步。同时，他就算是输了，或许他可以让那剑无尘元气大损，说不定还会受伤，到时候花落谁家，谁也不敢说。怎么不趁机恢复真元，反而在这里聊天呢？了解什么呀？这么有劲？师父，我们正在谈论比赛的事呢。云峰刚才跟我说笑，要我一定要夺得那乾坤袋，好杀杀天剑院的威风，让我们一远也成为6院之首。对，就是那样。最好打的那剑无尘啊，满地找牙，让天剑院的名誉扫地好了。哼，不过那样的话，我们一元可就威冕八方了。别太心大，要想最后有机会与剑无尘一决高下，下午的比赛就一定要努力。只有一步一步的打败对手，才有希望追逐那最后的第一。好样的，这么多年了，我们阳院终于出了一个陆云。放心吧，下午我一定会胜利，不管对方是谁。好，不愧是我阳院的弟子，你下午的对手是如院的碧天，我希望你全力而为，不管结果如何，你都永远是我心中的骄傲。陆云，碧天可是如渊门下第一高手，修为精深，恐怕是不好对付的角色，你对他有把握吗？可惜没遇上那战鱼，不然的话，我就可以亲自为你报仇。至于碧天呢，说实话，我不会输的。好了，别想了，现在这时间还早，咱们出去走走。一直待在这个山洞里啊，这人都呆傻了。走。要是我真的打败了那剑无尘，这里恐怕没一个人会欢迎我呀。那有什么？下一次他到我们一园去，我们一样以眼还眼就是了，谁稀罕不成？这一次你只要能打败他，哪怕这些弟子不高兴，可谁敢说你不行吗？好了，哎，那边有其他妓院的人，咱们打个招呼去。碧天兄、本一兄、无望兄，你们怎么想到来这里走走了？其他人呢？本来以为是上午比赛的，所以一早就开始准备，谁知道突然改成了下午，所以无事出来走走，正好遇上本一与无望，下午就要比赛了，不知道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哪有什么准备啊，反正就这样子了，半天的时间，再拼命也来不及了呀。算了，不说这些了，还是说说三位来此有什么事啊？怎么没有见到李兄和张师妹呢？他们不在吗？我带本一与无望来此，就是想找你们聊一聊。他们在洞里，我让云峰去叫他们出来就是了。哎，本一兄，听说你将佛门的无上法诀无相般若全部修炼成了，那这一届的第一名恐怕非你莫属啊。还有，无望道兄乃是道元弟子中第一人，相信道法神通，对于各种道家法诀也是十分精通吧？陆师弟说笑了，本一修为尚浅，这一届的第一名恐怕非天剑院的剑无尘莫属了。本一只要能进入前6强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陆云师弟修为精深，到一元仅仅2年的时间就已经修炼到了如此地步，真是羞煞我等啊！本一说的不错，这一届的第一名，希望最大的就是那剑无尘。至于这一次有谁可以与他一争高下，恐怕就只有看凤凰书院的苍月与你们一元了。说起道法，我虽然知道一些，但说不上精通，比起你们一元来，可就差远了。两位师兄，你们谦虚了。李师兄与张师姐来了，咱们大家要不要找个地方坐坐，还是就在这里聊啊？碧天，你看怎么办？是在这里聊，还是找个地方坐坐？这里全是天剑宗的弟子，我们还是到树林去走走吧。李兄啊，不知道你们清楚了这一次的对手了吗？
这次比赛直至到下午，我要将与碧天师兄对决，至于其他人，我就不清楚了。唉，是啊，下午就是我们两个比赛，这是想避都避不开啊。说实话，我们两员关系一直较好，此次遇上也是没有办法。不管结果如何，私下里我们依然是好朋友。不管这次比赛结果如何，将来咱们大家都是朋友。既然这次咱们有机会在这相聚，我们就应该好好珍惜这段缘分，是吧，几位师兄？本义兄，你能说一下这次比赛的情况吗？我们都还没有接到掌门师伯的通知，所以暂时还不清楚。说实话，这一次的比赛对于你们一员而言是相当不利的。这一次陆云对阵碧天，张师妹对阵展玉，而你却遇上了那个谁都不愿意遇上的剑无尘。至于我呢，则是与道元的云华比赛，无望对上如园的杜丽，苍月对阵我师弟介禅。真是怪事，这一次来这里，我们一员怎么老是遇上天剑元？先是我和陆云，现在又成了师姐和师兄，真是邪门啊！师兄，下午我们3个人一起努力，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我们都会支持你，你一定会赢。我不会放弃的。如果我败了，你和傲雪记得要努力，一定要有人进入前6强，为我们一员争光。一者变矣，修真之人对于世事是不能太执着的。一者变矣，修真之人对于世事是不能太执着的。之所以要举行6月论武大会，表面上看是为了分个高下，其实这也是对每一个修真之人的考验。想要跨越3界，除了有强大的实力外，最重要的是心，是悟。假如今天你败给了剑无尘，可你从中领悟了许多东西，那么对于你来说，这就是收获。可如果你赢了，什么领悟都没有，那你除了虚名外，又得到些什么？哼，就你是没有希望了，恐怕除了陆云之外，其他人是沾不上边的。嘿嘿，这么漂亮的师姐，你们当陆云是傻瓜，岂会让你们抢走？天色不早了，大家应该回去了，下午还有比赛。这次比赛的情况，看样子你们是知道了，是吗？上午本一、无望和碧天曾经来过这里，不管这一次结果如何，只要能在比赛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那就不虚此行了。你们能有这样的想法，我心里很高兴。虽然这次的比赛关系着每一院的声誉，但你们能保持修真之人平和的心理，这让我很欣慰。你们呀，尽力而为就是了。这一次呀，鸿飞与剑无尘的比赛在天玄洞外举行，而傲雪和展玉的比赛在天剑洞进行，至于陆云和碧天的比赛则在天风洞进行。现在我随鸿飞一起去比赛，至于云峰，你想看谁比赛啊，就随你吧。祝傲雪马到成功，胜利归来，记得保重。这一次想不到又遇上我们比赛了，真是为难，却又不得不比啊。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不管与谁，我们都得比，不是吗？不管结果如何，我们两员这么多年的关系那是不会变的。这一次就当是他们同门师兄弟切磋技艺，看看他们的修为到底怎样，不要在意结果就是了。我们之间还说什么呢？陆云上一次的表现我们都看见了，相信他们会把关系处好的。碧天加油，陆云加油。哎，你怎么两边都叫加油啊？毕竟是我们如愿最杰出的弟子，我为他加油是希望他能为如愿争光。至于陆云，因为他是我心中的朋友，所以我也为他加油。碧天师兄，记得上我的话，不管输赢，咱们都是朋友。来吧，等下我会全力以赴，希望你小心。
招，正气山河。好家伙，想不到你也发威了。好，从这一刻起，我们一起扬名天下。我会让所有人，所有的神，都知道我陆云之名。浩云兄，碧天不妨事吧？这一次呀，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样的结果，说实话，我也不清楚。陆云入我一元门下才2年。这简直不敢让人相信呐！胜负乃兵家常事，我自然不会在意这一点。只不过，这一次的最后一名，我们如原是被定。倒是你们一元这一回，可谓是一鸣惊人。前6强你们就占了2位，那是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老友啊，说不定这一次的第1，就落在那陆云手中。这恐怕不现实吧，师弟。我们也该回去了。喂，陆云啊，你究竟还有多少秘密？为什么你有如此强大的修为啊？我以前可是一点都没看出来，你可真是不够朋友。这么厉害也不事先告诉我们，害我刚才以为你被碧天那招浩气长存轰到地下去了。就是，刚才可把我吓坏了。但后来你的表现，可着实为我们一元大大的争光了，我们所有人都以你为荣，希望你能在6强之争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师父，您放心吧，我会尽力争取，希望不让大家失望。现在咱们赶紧回去吧。他的身上有一股王者之气，那是一种王道与霸道相结合的奇异气息。陆云似乎不爱表现自己，他心里或许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大家还是回去吧。至于陆云，有些事情既然他不想提起，大家就不要问。等这一次比赛结束后，很多事情自然就会慢慢清晰了。这一次，陆云与傲雪同时进入前6强，对于我们一元在修真界的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天，那是最为关键的6强之战，就在天玄洞举行。这一战将关系到6院今后10年的排位问题，也关系着下一届6院会晤会在哪一院举行。在此，我希望陆云与傲雪都全力以赴，尽最大的努力。师叔，这次6强之争虽说是抽签决定比赛名单，可是抽签之人由谁来决定呢？为了做到尽量公正并指定抽签的弟子在抽取之前会被6院掌教同时封印他身上一切的修为，以示公平。这样抽出来的结果谁也无法作假，大家也就不会再有异议。师姐，你今天有没有帮我报仇？好好的教训那展月。我出手是不会留情的，所以你可以不用再记恨那件事情了。目前的他至少得躺上几天才能恢复了。真的？嘿嘿，那就好。看他以后还敢嚣张不？我也不多说了，先等待抽签的结果吧。哎呀，大家都走了，看样子我留在这里也不好啊，还是一个人出去走走吧。嘿嘿，走了。今天呢，就是那6强争夺排名的时候了。此战关系着我们一元今后的声誉，希望你们2人能全力以赴。这一次的对手中，你们最需要留心的就是那天剑院的剑无尘。你们2人的修为，我们大家都比较满意，所以只要有努力就有希望。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失望的，希望你能做到。那时候不只是我们一元的所有人都会为你感到骄傲。放心吧，我会让所有人为我感到骄傲，感到自豪。这一次的比赛，你们说陆云与傲雪2人会遇上谁呢？这一次的比赛名单是完全随意选取的，
他们两人会不会自己遇上呢？这事情很难说，遇上的机会也是有的，目前暂时还说不清楚。老友啊，这一次可就看你们意愿了，希望他们两人都能取得好成绩。谢谢，希望不要排在第5就行了。现在大家都到齐了，看来时间快到了。好了，现在人已经到齐了，我们就当着大家的面开始抽取比赛的名单。这一次由于议员有2人同时参加，所以先说明一切与以往一样，抽中谁就是谁，不分是否同出一门。现在这里有6张纸条，6位参赛者在每人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放入盒子中，我自会派人来抽取。6院论武大会今日举行最后一轮的决赛，也就是6强排位之战。现在就现场随意抽取比赛名单，为2人一组，全凭机缘。我在此祝福所有的参赛者，希望大家都努力拼搏，奋力进取，赛出最好的成绩。好了，抽取名单马上开始。9位，天剑院剑无尘对阵菩提学院本一。第2组的比赛名单，凤凰书院苍月对阵道元无望。哎，既然遇上了，那就是天意，何必要强求呢？切莫叫人把我们议员给看扁了，明白吗？其实这事情在你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虽然他们2人同时进入前6强，机会比别人大很多，但同样的，危险也比别人大很多。而现在这样，不管怎么说，2人里面总有1人会赢，绝对不会全部落空。你说是不是呢？可他们2人究竟该谁胜谁负呢？在别人来说，我们是占了大便宜，可对于我们自己而言，他们2人该如何取舍？这将是一个十分残酷的选择。师妹，你有什么意见？还是说一下吧。这件事情还是留给他们2人自己决定吧。他们之间，我相信会有一个结果的。一旦我们插嘴，那时就会伤害到他们中的一个了。这可是难办了，怎么这样啊？2人我都支持，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加油，你一定会胜利的。那你们之间怎么办呢？我们谁的把握大，就谁进入前3强。不要担心，你先准备好你自己的比赛吧。这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无奈，你们2人之间究竟谁进入前3强，由你们自己决定吧。我们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不管谁进入，我们都会为你们感到骄傲的。师伯，谢谢关心。结果我们已经有了，让我举手吧。这一次的比赛，我们商量的结果是，陆云直接进入前3强，我自动退出。我们开始吧，请出招。这一场比赛我自动认输，由天剑院的剑无尘获胜。苍月师妹请了，我们开始吧。小心了，接我玉清解决仪式。承让了，你不要紧吧？谢谢，我没事。恭喜玉掌教了，这一次你们凤凰书院又将名震修真界了。过奖了，苍月不过是运气而已。好，
不愧是我凤凰书院的弟子，快去运功疗伤吧。师父以你为荣，你是我的骄傲。他终于取胜了，只不过受了重伤，对下一场的比赛会有很大的影响。或许下一场他就不用出手了。那样也好，一切都放在你身上了。咱们还是上去亮亮相吧，免得人家说咱们不懂礼貌。这一战我自动放弃，陆云取胜。现在第一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进行后3名的排位之战，大家以为如何呢？这一战无望退出，你们2个人比赛吧。我们之间有必要比吗？我也不比了，我们之间这一战已经没有意义了。以往的每一届从来没有遇上3组选手就有2组自动放弃的，而第2轮比赛全部放弃，这也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希望那精彩的最后一战不会再那样了。相信不会的，至少陆云是不会放弃的。这最后一战，苍月已经受伤，我们的重点就放在那剑无尘身上了。陆云能否胜过那剑无尘，就关系到我们能否成为6院第一。相信这样的机会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是吗？最后一战就将开始，不管那结局如何，我们现在最少都可以稳居第3名。对于这样的结果，说实话，这大大出乎了我们的预计。这一次的6院会武，傲雪与陆云能够冲进前6强，那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不管接下来的比赛结果如何呀，我们议员都会因为这一战重新在修为界里扬眉吐气，威名远扬。下午那一战关键就在那剑无尘身上，陆云能否取得胜利，这不仅关系到我们议员，也关系到整个修真界。如果陆云胜利，今后修真界啊就会因为我们议员而改变，那时候就将是另一副全新的局面了。陆云啊，不要有什么压力，平心一战，全力以赴就行了。放心吧，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我还答应过云峰，要为他取回乾坤盖呢，我一定会办到。老友，怎么样？我当初没有说错吧？你这门下弟子胸襟宽广，将来说不定就会为你们议员争光。现在呢，不正是被我说中了？今天下午这一战，他要是胜利了，你们议员从此就荣登6院榜首，风光天下了。他的表现真的是大出意外，那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我杨院一直以来没有杰出人才，想不到这一次他却成为了议员多年以来最杰出的一人。不管下午这一战胜负如何，他都是我们议员的骄傲。现在大家都到了，我们就开始举行着最后一轮比赛。这一次的3人比赛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由3位参赛者自己决定是否退出。如果3人中没有人退出，那么就抽签决定哪2人先比赛，实行每2人比赛1次，一共进行3场。为了公平起见，每一场比赛后参赛者都有1天的休息时间，也就是说，今天比赛之后，下一场要明天下午才举行，以恢复功力，赛出最佳成绩。现在就请3位参赛者出场，自己决定是否退出争夺第1名，改为争夺第2名。现在3位参赛者请主动申请是否退出，如果不想主动退出，就由我来逐一询问好了。既然这样，就由我来逐一询问好了。吴尘，你就先回答好了。如果你与陆云交手，是否会选择放弃？不会，既然站在这里，我就不会放弃。那你与苍月交手，是否会选择放弃呢？同样不会。不管与谁交手，这一战我都不会放弃。
陆云，你呢？遇上剑无尘，何会选择放弃？正如他所言，既然站在这里，我就不会放弃。陆云，你与苍月交手，也不会选择放弃，是吗？没错，我与他之间，总会有一个胜出的。苍月，你呢？遇上剑无尘，是比赛还是放弃呢？我想先问陆云一件事，再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吗？可以，你就先问吧。如果我退出，你拿什么去赢他？我以决心来胜他。希望你说到做到。唉，为什么要放弃那第2名的争夺呢？你与他之间应该是有一搏的机会的。他的身上有许多你们不知道的事情。论修为，他比我强。6院之中，他是唯一有机会胜过剑无尘的人。傲雪是不会主动退出的。希望你的判断是对的，不然也枉费了我一片苦心。苍月既然退出，那么这一届的第1名就将由你们2个来争夺。现在先下去准备一下，比赛马上开始。放心吧，这一战我不会让任何人失望的。看着，我要让1元登上6院之巅，成为修真界第1大派。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没有，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开始吧，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不会叫你失望的。准备吧，我要开始了。小心了，借我一击。以陆云现在的情况来看，他正处在极度危险之中。天剑院的天剑诀，那可是6院之中攻势最强的剑诀。陆云用什么来应付？我相信陆云，他会赢的，他一定不会输，一定不会。以陆云在1元所学，他能坚持到如今就已经是奇迹。他拿什么绝技来迎剑无尘？陆云还有一样剑诀没有用，相信他会用上的。想不到你还有几下子，很好。现在你就接我震天诀一式，天下9诀第5诀，传天诀。九曲黄河怒浪腾，东流到海不复回。陆云所用剑诀，绝对不是1元的剑诀。这套剑诀他是从何处学来的？为什么以前从没见过？这事一定要问清楚。这剑诀是从哪儿学来的？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呀？管他哪里学来的，只要能赢那剑无尘，打败天剑院就行。不错，只要能赢就行。不错，只要能赢就行。这剑诀气势磅礴，绝不是什么邪门歪道的绝学。不弄清楚，你们认为天剑院会这样善罢甘休吗？这就是陆云一直不曾施展的剑诀，乃是他在太玄山上黄河之畔无意中自创的剑诀，名为夜月斩法。浩雪，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的？这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呢？因为我也会夜月斩。天剑院要是问起，师伯就这样告诉他们好了。苍月，你就这么相信陆云的修为比你深？是不是你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的修为怎么样，
我不是很清楚。我所知道的只有一点，连天剑院掌教与道元掌教都无法穿越的八兽猎仙阵，陆云却轻易的穿越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二人都还处在平手的阶段，而剑无尘还有灭天诀没有施展。你认为陆云有机会取胜吗？他施展出什么法诀取胜，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一定会取胜，因为他是陆云，他的身上充满了神秘。陆云，你小心了，看你这一次还拿什么救这一招？天剑九绝地法诀，你既然一直想出来，那今天就让你好好表现一下龙魂出窍。就让我们在这最后一战中结束吧。天剑九绝地九绝，来吧，我们就在这最后一击中，看看谁才是六院中最为杰出的高手。看看谁才是六院中最为杰出的高手，希望你别让我失望。接招！他怎么了？他是不是疯了？他怎能丢掉神剑不用，赤手空拳去接灭天诀呢？陆云，认输吧。认输的该是你，接招！我们赢了！我们赢了！陆云胜利了！陆云胜利了！师弟，你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一次比赛作废，不算。你在放屁！这里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陆云光明正大的赢了剑无尘，凭什么作废不算？是不是你们天剑院输不起啊？要是那样的话，就不要举行什么六院会武，免得丢人现眼。这种只许你们胜，不许别人赢的规矩，是什么狗屁规矩？你说！住嘴！你是什么东西？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这次比赛作废，是因为陆云作弊，所以取消他所有成绩。他没有说话的权利，不知道我有没有说话的权利。你说陆云作弊，你有什么证据？这里所有人都亲眼看见。我这弟子全凭实力，没有一丝取巧，靠的是真本领取得胜利。你可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有没有作弊？这里所有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先前所施展那套剑诀，可是你一员的剑诀。现在，他取胜的这套古怪法诀，又是从何处学来的？你以为你们一员有什么斤两？我们都不知道吗？他拿什么法诀胜过我们天剑院的天剑诀？你自己说呀！哼，你说不出来是吗？那他不是作弊是什么？六道有没有见过，不表示我一员没有。至于先前陆云所施展的那条剑诀，我可以告诉你，那是学自何处。我一员门下，不只是陆云会，傲雪也同样会。傲雪，现在你就施展出来，让大家见识一下，免得别人输了不服气，说我们作弊。九曲黄河怒浪腾，奔流到海不复回。刘道友，你可看仔细了，要是没有看清，
我就让傲雪继续施展下一招，免得你们不服气。就算张傲雪也会，也不见得就是你们议员的剑诀，这一点不具备说服力。你说话最好要考虑一下，你要是能找出其他哪人会这套剑诀，我议员就自动退出这一次比赛，不要这个第一了。你要是找不出其他人会，或者找不出这套剑诀的出处，这个第一，我们议员是绝不松手的。既然这套剑诀我们大家都不认识，就算是你们议员的绝学，可陆云最后施展出的那套法诀，难道也是你议员之学不成？这一点，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次的比赛一样作废。怎么了，玄玉掌教？为什么不说话呀？是不是说不出来呀？还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怕大家知道啊？刘星魂，我议员绝技有多少，你可是全部都知道吗？你要是不知道的话，就别在这丢人现眼，给我滚到一边去。你要是不服气，你也可以上来试一试，看看我议员绝技可比你天剑院差吗？不可，你这样一来，我们天剑院就落下了以大欺小的不好名声。还是仔细的问他那事情，那才是最重要的。现在你身上受伤，我也胜之不武。你还是解释一下，你刚才所施的法诀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你是不是魔宗派来的奸细，想故意破坏我们六院每10年一届的论武大会？刘新魂，你少在这里放屁！你们天剑院输不起就明说，不要找不到借口就诬陷我们。你真是为天剑院丢人，为整个修真界丢脸！我胡说八道。那你叫他自己说出他施展的法诀是不是你们议员的法诀？你们议员有些什么法诀剑诀，大家都是明眼人，这么多年还有什么没见过的吗？他这法诀有谁见过吗？从来没有。你说这能不让人怀疑吗？哼，这么说来，你对我议员所有绝技都相当了解了。我倒是想听一听，看看你究竟知道些什么。现在你不妨说说，我议员都有什么法诀，看看你这天剑院的高手是否浪得虚名。就你们议员那些东西，我自然一清二楚。现在我就说的你心服口服，看你如何解释你施展那套法诀的出处。议员共分4院，分别是乾坤阴阳。议员主要修炼法诀为1天12诀，这法诀又分为1天6诀与1天6诀。4院中，乾院以斩龙剑诀为主，坤院以凤舞9天剑诀出名，阴院斩妖灭魔剑，阳院烈火天罡剑。我可说的有错？说的不错，继续。后面呢？除此之外，乾院有一套烈山诀，坤院有一套分云诀，阴院有一套1天镇魂诀，可对？不错。还有吗？哼，没有了。议员就那些东西了。真是孤陋寡闻之辈。我议员法诀名震天下，岂是你所能全部知道的？陆云，你休要出言不逊。你说我孤陋寡闻，难道这里所有的人都孤陋寡闻不成？你们议员有些什么东西，大家都是心知肚明，难道我说的有什么地方不对吗？你说的没错，只不过见识浅薄了一些。我问你，我来自哪里？你来自议员，这谁都知道，有什么好问的？那我出自议员何处呢？你是想拖延时间不成？尽问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你来自议员的阳院，是紫阳真人的弟子，这里谁都知道。你还有什么要问的？你既然知道我来自阳院，
那你可知道我杨远也有一门威震天下的法诀吗？师弟，你这是怎么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陆云，你休要胡言乱语。你们议员有些什么玩意儿，大家都明白，根本没听说过杨院有什么厉害的法诀。你休要故弄玄虚。哼，说你孤陋寡闻，你还不承认？我杨院的五雷震天诀，可算得上名震修真界吗？长河掌教，不知陆云这个回答可还令你们满意？这一次的六院会晤，最后这一战可还成立？想不到千年不现的五雷震天诀终于重现一元，这一战一元取胜，今后10年，义院便是六院之首。恭喜你们，陆云真是太神秘了，一直到最后才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惊喜。第一次站在六院的最高峰，是不是觉得感触良多啊？或许这需要一个适应期，将来久了，你就会适应了。我怕呀，等到适应之后，再想放弃就已经来不及了。成仙之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修真之人无数，可又有多少人能够最终成功呢？或许，当无数人得到荣誉和地位的同时，他拥有了高深的修为，却失去了成仙的机会。仙道无凭，修真无期，尘世万象，人心各异。为什么你胜利了，反而显得很落寞呢？是不是你心里隐藏着太多的秘密，还是你真的有心要凌云天地呢？或许你的修真之路，修真之心与我们有太多的不同，你的出发点根本就不是常人所能理解，带着令人震惊的目的。然而不管怎么说，你现在既然站在了六院顶峰，你就必须面对一切，因为这就是宿命。你好了你，这过去了这么久了，你还这么激动？小心以后对修为不利，你懂吗？这么激动人心的事情，怎么能不高兴一下？你这一次赢了剑无尘，不仅为我们一元出了一口气，同时也使得我们一元名震天下，威震整个修真界啊！10年后的六院会晤就将在我一元举行，那时候是不是其他各院的弟子一到了一元附近就得收剑落地，步行前来以示尊敬呢？要是那样，我们一元可就威风了，再也没有人敢瞧不起了。嘿嘿，想想就让人高兴。好了好了好了，这一次的胜利啊，大大的出乎了我们所有人的意外，所以大家高兴一下也是应该的。此刻呀，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在高兴之余，也不要忘记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处理。苍月与许道友啊，也请多提意见。毕竟啊，我们一元第一次成为六院之主，很多事情从来没有经历过，要是闹出笑话，那就不好了。这一次的胜利太过突然，使得我们完全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所以直到现在，大家的脑海中除了喜悦外，都还容不下其他东西。然而不管怎么说，胜利已经过去，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办的就是与天剑院之间的交接仪式，将六院第一的荣誉宣告天下修真界，让所有的修真之人都知道，从这一刻起，六院之首就是我们西蜀一元了。师叔说的对，我们要尽快昭告天下，让一元所有的弟子都好好的高兴一番，同时也让天下修真界都知道我们一元的威名。除了这些外，我们还要与其他4院搞好关系。只有大家配合默契，
这6院第一的位置才能坐得安稳。师兄觉得呢？你们说的很好，我们的确要马上办理这些事情。至于那交接仪式，依照以往的惯例，应该就是在比赛结束后的第2天吧，连同奖品一起转交给胜利者。此事我们明天就去办理。现在这个时候，最适合将其他4院的掌教请来，好好的交流一下经验，联络一下感情。大家觉得这样可行？我觉得此时请其他4位掌教来此，会使得天剑院心生介意。虽然我们今天取胜了，但是毕竟没有举行交接仪式。如果此时这么做的话，恐怕不好。如果师伯想要联络感情的话，最好在明天举行交接之后。我认为比私下找他们要好一些。作为第一大牌，我们应该有风度嘛。陆云所言也很有道理。我们此时如果一时冲动，恐怕反而引来天剑院的笑话，那样就不好了。一切就都等到明天的交接仪式完成后再说吧。陆云比赛也累了，身体需要好好的恢复，你就先去休息吧。其他人就陪着许道友和苍月在这里好好聊一聊。不简单，少见少见。我老怪几百年来还没有见过比你更怪的人了。嘿嘿嘿，有趣，想不到许久不走动了，今晚难得路过一下，也会遇上怪事。小子，你是哪里来的？怎么一人身上隐藏着数种法诀呢？那可是修真之人的大忌，杂乱不惊，永无大成之日啊！想不到今天竟然遇上一个与我老怪一样身兼数种法诀的人了，真是太好了，有缘有缘呐！我从山中来，要往山外去，你呢？怎么称呼？你小子有点本事，竟然懂得以精神力来探索我老人家的秘密。可惜我老人家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人看穿的。你说你从山中来，往山外去，嘿嘿嘿嘿，有意思啊！我老人家与你正相反，我从山外来，要往山中去，嘿嘿，看样子我们2人真是有缘。至于我这身打扮，嘿嘿嘿嘿嘿，你看怎么样？是不是天下无双，举世独一啊？你这打扮还真是天下无双，世间少见，让人一看呀就知道非同凡响。我叫陆云，来自义园。你呢？又是来自哪座名山大川修真仙府呢？陆云嘛，这名字还很顺口。你说你来自义园，我看不全是吧？你身虽然有义园的修真气息，但更多的是佛家与儒家的气息，同时还带着一点十分古怪的气息，只是不明显而已。嘿嘿嘿，哎呀，有趣啊，有趣！我老怪一身兼得3家法诀于一体，本以为很了不起了，想不到今晚竟然还遇上一个比我老怪更厉害的角色，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你还没告诉我你什么来历啊？还有，你精通了也3家的法诀啊，今天既然有缘相遇，为何不做一个忘年交呢？将来我有什么事情啊，可以找你帮忙，你有什么事情也可以找我帮忙。相信修炼这么多年，一定过得很辛苦，对不对？哎呀，有意思啊！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一个愿意和我老怪交朋友的少年。既然如此，我老怪就交你一个朋友，以后啊，你就叫我佛圣道仙好了，这名字可是很少有人知道。现在我们就在这里好好谈一谈，等会儿我还有事要办。我想问一下，你究竟学了些什么法诀呀？为什么你身上的气息佛不像佛，
道不像道，3分像魔，10分古怪。你这名字才古怪呢，佛圣道仙，听起来像是一个总称，也不像是人名呀。至于我，不过是学了一些佛家的法诀，一点道家的法术，还有一些议员的剑诀，所以就这样了。嘿嘿嘿，我这名字，将来有机会你自然会知道。至于我所修炼的法诀有多少，嘿嘿，那可是秘密。我们虽然是朋友，有些秘密也是不能讲的，除非你是我的徒弟。可惜你不是，所以呀，我也要保密。不过看在朋友面上，也可以透露一点。我一身兼得佛道2家的法诀，同时还精通妖门的妖术，嘿嘿，那可是世间少见的好东西啊。不过不能让那些整天斩妖除魔的伪君子听见了。他们听见了虽然无奈我何，但一天到晚念叨着听着都烦。我最讨厌与那些整天吃饱饭没事干拿把剑四处旋的除魔大侠相处了。哎呀，他们一个个都是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他们已经走上了邪路，完全忘记了修真之本了。哎呀，算了，怎么越说越远了，还是说说你吧，我可是对你好奇的很呐。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修炼时日尚短，每天除了修炼就是修炼，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去天下玩一玩，游历四方呢。或许下一步我会选择离开吧。2年时间你就学完了一元的法诀？不可能吧，一元再说也是天下6院之一，虽然一直排在后面，但在天下众多的修真门派来说，也算是相当不错了。我没说我全部学会了，我只是学会一些，有些东西啊，不需要全部都会，一载兼而不载多，不是吗？现在的一元已经不是6院最后一位了，而是6院之首，马上就要昭告天下了。你可别逗我玩，我虽然不常走动，但也不至于孤陋寡闻至此。这次我一路而来，也没有听到一点消息。你不会在吹嘘你们一元吧？这是今天才出来的结果。这一次我来这里，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参加6院会武的。这个大会你听过吧？这个我自然知道。难不成你们一元还赢了天剑院不成？据我所知，好像一院找不出什么能赢的天剑诀的。你要说菩提学院赢了，我还有几分相信，可一元会赢，我不相信。今天呢，就是我与天剑院的剑无尘决出第1名。你认为我赢的希望有多大呢？以你的修为要赢，那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我想你用的一定不是一元的法诀，1元之中，我一时间想不出有什么法诀可以胜过那天剑9诀的。你说实话，你用的什么法诀取胜的？我自然用1元的法诀。我自然用1元的法诀，不然你以为天剑院会甘心认输啊？1元有套神奇的五雷震天诀，听过没有？你练成了五雷震天诀？不可能，据说千古以来还没有人练成过，我不信。我要是没练成，我拿什么赢他？好了，不说这些了。你这么急赶路，是去什么地方啊？小子，你这隐藏气息的功夫十分有意思，竟然与我老人家一般无二，算我信了你的话了。还是说一下我这一次的去处吧，本来是不想告诉你的，不过既然教了你这个小朋友，我就多少吐了一点儿。现在的修真界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天人域3间7界即将面临浩劫，玉质3界已经再次打开了通往人间界的通道。现在西蜀封印鬼域的封魂符已经被妖域的高手取走，带往鬼域，要在鬼域最凶险的化魂池中销毁。这封魂符一旦在那化魂池中泡上15日，就会被融化，从此再也难找出什么东西可以长时间封印鬼域的通道了。另外，魔域的高手也开始与鬼域的高手商议，分别想将妖域与魔域的封印之物取走。
并永远的销毁。这样一来，预知3界的高手就可以横行人间界了。那你这次是赶往何处？是不是与此事有关？我这次是前往仙剑门，想问一下他们的消息，看他们3派是不是有什么行动。哎呀，好了，时间也不早了，我该走了。以后如果要找我，你只要对天高呼3声佛圣道仙金刚显圣，我就会知道了。让各位久等了，玄玉真是有些惭愧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老友自然要好好准备一番，所以一点儿也不迟。现在时间尚早，距离那交接仪式还有一会儿时间，我看还是先将那个奖品颁发给第1名的胜利者吧。好吧，我们就先颁发奖品。这一次6院会晤的最终结果，一员门下陆云以5雷天正诀取胜，获得了6院会晤的第1名，成为本届的冠军。现在我在这里颁发这一次的奖品——乾坤袋。陆云，上前领取。谢谢师伯，不知此物如何使用，弟子愚昧，还请明示。好了，你记得以后多练习几次，就可以熟练掌握了。此次是我们一员第1次获得第1名，所以对于这6院之主也是第1次当上。这期间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要多多提醒。玄玉在此先感激各位老友了。不用谦虚，大家都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彼此之间都相当了解了，相信不会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的。放手施为，我们会全力支持你。大师所言不错，玄玉兄为人十分谨慎，我们都信得过的，只是有一点需要注意。此次6院会晤期间，那些妖魔鬼怪突然现身人间，这一点恐怕得好好处理。所以你上任之后的第1件事，就是要先想办法压制那些妖魔，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得谨慎行事。想不到我们一员一上来就是苦命的差事，大家可都得全力支持才行啊！想想如果预知3界的妖魔鬼怪一旦打通了通往人界的通道，那时候的情况呀，绝不是哪一派能阻止的。所以我们6院必须齐心协力，才有机会战胜那些妖魔呀。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应该开始交接仪式了。玄玉掌教还是准备一下，等会儿还有一些事情，我们6院需要商量一下。大家安静，现在开始举行交接仪式，请这一届的得胜之主西蜀医院的掌教玄玉真人上前接受6院令符。从今天开始，今后10年，一元就将是6院之首，成为修真界第1门派，一直持续到10年后的6院会晤。今后6院的一切行动都将以一元的号令为主，大家必须要共同遵守。至于这个消息，将由6院共同发布，在最短的时间里宣告天下修真界。恭喜你，也同时提醒你，今后你们一员就将担负起斩妖除魔、保卫人间的重责。希望你好好努力，绝不能让那些妖魔鬼怪危害人间呐。这一次，我们一院能成为6院之首，这是十分幸运的。我在这里向大家承诺，今后的10年里，我一元一定会尽心竭力斩妖除魔，以保护人间和平。
同时以最大的热情来维护我们修真6院的共同荣誉，使我们更加壮大。当然，这一切仅仅是我们一元一派，那是万万都无法完成的，那需要我们6院齐心协力，团结合作才能完成。我希望大家都能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让我们共同保卫这片宁静安详的人间乐土。太玄山之行终于成为了我们一元的转折点，这一刻整个修真界都会为我们一元感到骄傲。是啊，这是我们的骄傲，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现在妖魔鬼怪欺陷人间，恐怕我们一元在这个时候接掌6院之首这个位置，并不是什么好事。你们俩一样的性格，一样的美丽，虽是有不同之处，如同奇花并开一般，远望一朵，近看才知各有千秋。你是2个一起称赞，还是怕得罪其中一个？我和苍月真的很像吗？我怎么不觉得呢？苍月，你觉得我们像吗？像与不像，不是我们觉得怎样就怎样的，那是要别人来说的。人总是有7分相像，却又有几分不像，每个人都各有不同，只是看你展现在别人面前的是一面，还是全部。苍月说的不错，人总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又有相同之处。你们2个人之间就有很多地方相同。不管像与不像，很多事情要到以后才知道。现在这里就只剩下我们3个人了，也该离开了。这一次的天剑院之行已经结束，是该回一元的时候了。是啊，恐怕不出3天，我们都要离开了。他的心里藏着事情，或许他知道些什么，只是他不想说。他现在越来越神秘，越来越让人看不清了。他的身上有着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只是既然他不想说，我们也没有必要问。该说的时候，相信他自会提起的。各位掌教还有什么要说的？要是没有，我看就这样结束了。大家觉得呢？这一次的大会已经圆满结束，关于今后如何对付那些妖魔鬼怪，我们大家也都商议的差不多了。现在我还有一点小事情想问一问李掌教，当然这个问题是与天剑院有关的，希望李掌教听了可不要生气。大师有事情直说，我知道的自会尽力回答你，要是不知道的也只能说抱歉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想问一下贵门下那位黑衣弟子，也就是你口中的吴心，他身上所习练的法诀，不知道李掌教有没有察觉到什么？其实我们的要求不大，只是希望天剑院能对他多留心一点，免得将来出现什么意外。大师此话还讲明，有什么请直说，不需要拐弯抹角。大家都是多年的老友了，我也就直说了。这一次在争夺那五彩仙兰的时候，黑莲与魔仙都曾开口道出吴心所施展的法诀，乃是失传多年的暗影流光法诀。此事想来长河掌教还不是很清楚吧？对于修炼内法诀会有什么后果，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我们也不想过多的追究此事，唯一的要求就是长河兄最好给我们一个承诺，吴心将来要是有什么不利于天下的举动，希望到时候天剑院能自行出面解决此事。此事我的确不是很清楚，吴心在后山修炼已经超过10年，这10年来他从不到前山来，所以我与他见面的时间不多。不过既然有人说起此事，我自然会彻底调查清楚。如果真有此事，我在此向各位承诺，将来他发生的一切事故将由我天剑院一力承担，我会严厉管教，大家可以放心。
有长河兄此话，相信大家都会放心了。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大家要是没有什么要说的，我们还是散会吧。这位师兄你好，我是西楚一元门下前元弟子晨光，我有急事找本门掌教玄玉师伯，还请师兄帮忙指点一下怎么寻找。你自己顺着这条路上去，一问天火洞就知道了。师叔，我是晨光啊，你们真的在这里啊，可把我给找惨了。你怎么来了？难道议员出事了？快随我进洞再说。你是前院的师兄，真是太好了，我们正好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啊。出了什么事情？你们这么高兴？为什么我上山来找你们？那些天剑院的弟子一个个见了我都横眉竖眼，语气恶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嘿，他们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下次到我们医院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哎，算了，现在你不要在意这些。我告诉你啊，这一次我们医院得了第1名，成了6院之首了。嘿，现在掌教师伯正在与其他5位掌教一起商议大事，怎么样，高兴不？想不到吧？嘿，我们可是高兴惨了，终于将那看不起人的天剑院压下去了。真的？你没有骗我呀？真的是太好了！师傅和师叔要是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跳起来的。无怪那些人见到我心里不高兴啊，原来是我们得了第1名，把他们给压下去了，真是大快人心呐！师叔，掌门师伯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带来一个十分不好的消息，需要马上告诉师伯，事情十分紧急。什么事情？你快说，我们大家先商量，如果有必要，我们马上就去找掌教。丰都鬼域出事了，一直在那里守卫的18位师兄弟，除了1人逃生之外，其余全部都死了。一直镇压鬼域入口的封魂符也被妖域的高手夺走，已经带往了鬼域。现在师父与玄阴师叔正全力堵在鬼域的出口，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可惜也没有办法将那出口给堵住。所以师父命我速来求救，要掌教师伯马上赶回去，共同想办法对付此事。我们马上前往天玄洞，将此事告诉掌教与其他5位掌教，看他们怎么处理。大家一起去。元芳，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在这里闹事？还不停下！师兄，鬼域出大事了，晨光是来求救的，你看此事该怎么办？出什么事情了？你现在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我们好想办法解决。回掌教师伯，事情发生在3天前，当时丰都鬼域出口处突然出现一位妖域的高手，那妖物修为高深，幻化成一个30多岁的黑衣男子，突然对镇守鬼域出口的18位师兄发动进攻。由于他修为精深，18位师兄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当场就死了7人。剩下的11人全力反攻，无奈对方太强了，最终那妖物在连杀了10人之后，强行夺走封魂符，进入鬼域去了。等师父和师叔得知消息，带着门下赶去时，鬼域之门已打开，他们费尽心力也无法封住出口，故而师父派我全速前来求救。现在一切还请师伯做主。师兄，为什么妖域的高手会突然偷袭我们？他们拿着那封魂符有何用处？还有，他为什么要前往鬼域呢？他拿着那封魂符是没有用，但那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呀，有用啊。而鬼域的鬼物拿那东西也有用。一旦封魂符离开鬼域的出口，我们想要凭人力堵住那出口，几乎是没有希望的。这世上唯一可以永远封印出口的，就是封魂符。一旦失去了它，
就等于说人间已经与鬼域相通了。除此之外，那封魂符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镇压一切魂魄，对于鬼域的鬼物有着绝对的克制作用。但对于魔域与妖域的妖魔，封魂符的作用就不是很明显。所以说，妖域的高手可以夺走它，而不受它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最令人担忧的，不是妖域的高手夺走了封魂符，而是要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回封魂符，这才是关键的。那我们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派人去夺回那封魂符。我们可以一边派人镇压住那出口，一边派人进入鬼域去寻找那封魂符，一旦找到就马上赶回，是不是这样？虽然可以派人去找回封魂符，但时间是相当紧迫的。因为封魂符虽然可以镇压鬼域的鬼物，但是唯一可以毁掉封魂符的地方也就在鬼域的鬼王城中。一旦封魂符被毁，就再难找出可以镇压鬼域出口的法器了。师兄，这事情为什么我不知道？封魂符既然可以镇压鬼物，那应该算得上是一件十分罕见的神器才对。为什么鬼域的鬼物反而能够销毁它呢？根据我们一元历代先祖记在秘录中的内容所在，封魂符乃一切魂魄的克星，包括修真之人的元婴，只要靠近它就会被其炼化。所以鬼域的鬼仙那样厉害，也都不敢从封都的出口闯出。然而这封魂符之神奇几乎号称是不灭之体，可唯一能毁灭它的，就只有鬼域鬼王城中的化魂池。一旦封魂符在里面泡上15天，就会被化魂池所融化。而鬼域的15天，据说与人间的30天差不多。所以我说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派去的人如果不能在这个时间里赶到化魂池取出封魂符，就什么都晚了呀。现在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知道，我们应该马上制定相应的对策，以应付这次劫难。由于此事关系重大，并非哪一派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6院必须同心协力，全力阻止这件事情的恶化。现在大家马上商议一下，我们看先怎么应对此事。此事出自我一元的范围内，我们一元自然是要全力以赴，但由于事情重大，所以也希望大家能鼎力相助。现在时间紧迫，我们就商议一下该怎么镇压那出口，又应该派哪些人前往鬼域找寻那封魂符。大家要有什么好的意见都请提出来。这次出现这样的事，其中有一点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为什么妖域要去夺那封魂符？照说鬼域与妖域应该不会有什么联系，他们彼此之间的修炼之法、生活方式都皆是不同。为什么妖域高手这一次会盗走封魂符？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阴谋呢？陆远，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出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分析。此次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要谨慎小心，以防不测。我认为这一次那妖域的高手夺走封魂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鬼域中销毁封魂符。这样的话，这妖域的妖物便可以以此为代价，要求鬼域的鬼仙帮忙将妖域出口的封印毁掉。同理，这魔域极有可能也参加了这次行动，为了进入人间界，他们极有可能联手，想要打破出口，然后再各凭本事瓜分人间界。我们此次固然要将重点放在鬼域之上，但是对妖域魔域的防备也需得加强，以免出现玉之三界同时现身人间的严重后果。陆云所言很有可能，既然那封魂符对妖域的高手没有什么作用，说不定封印妖域与魔域的神器对于魂魄之体的鬼仙也是没有什么作用。那样的话，我们就得认真考虑这一次的事情了。
鬼域的出口在西蜀的丰都附近，一直由议员所镇守，而魔域与妖域的出口则一直由菩提学院与道元所镇守。现在鬼域出事，为了防止魔域和妖域也出事，我认为菩提学院与道元不参与这一次的鬼域之事，那事情由我们4院一起联手解决就行了。大家认为如何？李长教此言有理。现在魔域、妖域还没有动静，但记得那黑莲中的夜魂就曾经说过，预知3界的妖魔鬼怪都已经开始进入人间。为了慎重从事，我觉得就依李长教此言，不知道大师与真人觉得怎么样啊？此事由于关系重大，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为了慎重起见，我们2院不参与此事，也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现在还是说一下你们4院派哪些人前往议园吧，商议好后可以早点出发。此次我打算亲自随行前去，身边就带着碧天与杜丽2人，将来如果情况有变，再加派人手就是了。这一次由于事情非同寻常，所以我们也打算到议园走一趟。至于随行之人，到时候就由苍月与许杰陪我一同前往。玄玉掌教觉得怎么样？多谢玉掌教大力支持，我代表本派上下欢喜大家。对于这一次的人选，我仔细地想了一下。由于此次的论武大会期间发生了许多意外的事情，所以我就不亲自前往了。我打算让师弟柳星魂带着吴晨与冷家豪一起前往。玄玉掌教看这样可以不？多谢大力相助。这一次太玄山上也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李掌教能派出3位高手前往，已经是十分支持了。玄玉在此间谢谢了。现在人选已经选定，我们就准备马上出发。各位认为如何呀？半个时辰后，大家在这里相见，我们准时出发，赶往丰都。现在大家先回去安排一下，等会儿见。是掌教师伯一行人赶来了，快通知师父和师叔，快啊！大家辛苦了。这一次因为我们议园之事，凤凰书院、如园、天剑院都派有高手前来相助，相信大家只要齐心协力，就一定可以将那些鬼物全部赶出去。现在呀，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3院的高手，以后他们有什么需要，你们一定要全力协助。小鬼呀，这一次是不是出去给我丢人了？要不怎么会一下子变得这么好啊？啊？师父，其实我已经尽力了，只是修为尚浅，所以在第2轮落败了。不过你放心，以后我会努力的。现在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一次陆云为我们议园夺得了第1名，从现在起，我们议园已经是6院之首了。师父，你知道吗？我好高兴啊！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们真的成为了6院之首了吗？云峰所言一句不假，陆云修炼成了我们议园千古以来从来没有人修炼成功的五雷震天诀，从而为议园夺取了6院第1。哎呀，恭喜你呀！杨院终于出了一名名震天下的杰出人才。好了，2位师弟，这事情啊，有空我会仔细告诉你们。当务之急是如何将鬼域出口堵住。时间紧急，我们马上就要商量该怎么处理此事。现在情况如何？还能坚持多久啊？由于我们人力有限，这几天已经有不少鬼物从这出口进入人间。好在进入人间的都是普通的鬼物，并没有特别厉害的。出口处的封魂符一丢，整个出口一直在不停的增大。玄阴师弟全力施展倚天镇魂诀所形成的封印，也已经支撑不住了，最迟今天晚上就会被那些疯狂外涌的鬼物突破。
一旦封印被毁，恐怕我们也是抵挡不住的。这次的封印不是一时的，最少也要维持1个月的时间，那样才有时间派人前往鬼域寻找封魂符。以目前的情形，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这出口外层层封印，一连布下9道封印，以此来拖延时间，同时派人守在外面，有漏网的鬼物则全力斩杀，不能给他们一点可乘之机。现在恐怕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了，除了派高手守住外面，还要派修为精深之人前往鬼域寻找那封魂符。现在最关键的是派哪些人前往鬼域，哪些人留守呢？对于这一次前往鬼域的人选，你们有什么看法？这一次的事情主要是我们的疏忽大意，才发展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因此我认为这最危险的前往鬼域之事应该交由我们议员来完成。先不要谈什么追究责任，如何安排最佳人选，在最短的时间内夺回封魂符才是关键。不错，如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取回封魂符，说什么责任也都是枉然。就算要追究责任，也得先以找回封魂符的大事为重。我认为我们议员可以由4个门下弟子前往，他们现在的修为并不比我们差，所差的不过是一些经验而已。再说，不管是前往鬼域还是留守这里，都免不了要与鬼物交战。论修为，这些年轻人的确不比我们差多少，可这一次任务艰巨，光是派他们小辈前往，一旦遇上什么事情处理不当，耽误了10日，那就麻烦了。我倒是觉得派他们小辈去其实也有好处。鬼域虽然没有人间大，但想来也不会太小。如何在阴森诡异的鬼域中找到鬼王城，并想办法夺回那封魂符，对他们而言不但是考验，同时也是一种磨砺。至于所谓的经验，那只是在人间界修真界里的经验，真到了谁都没有去过的鬼域，恐怕那些经验反而会误导我们的思维。话虽如此，但这样毕竟让人不放心啊。我觉得还是有人带着他们一起前往要好一些，大家觉得呢？你们有什么看法，不妨都说出来，可以大家一起商议一下。这一次任务十分重大，所以我们要制定出最好的方案，那样才可以增加成功的几率。我是这么想的，用我们年轻一辈前往鬼域寻找封魂符，第一呢，可以增加我们的经验与见识；第二，关于封印出口之时，我们年轻一辈也没什么经验，所以留守在这出口之人最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各位长辈。当然，如果出于谨慎考虑，可由一位长辈带领也是可行的。陆云，就你个人认为，我们这一次最好派多少人前往鬼域寻找封魂符，多少人留守出口呢？现在我们这儿有18人，其中年轻一辈10人。如果只是年轻一辈前往，可分成2组，那样成功几率会多一些。可如果有长辈带领的话，同样可以分成2组，但可以少去2人。你们觉得呢？是全部安排年轻一辈去，还是由我们中的人带领一起去呢？我认为有人带领最好，毕竟这鬼域乃世间最阴森恐怖之地，非同寻常。我无所谓，玄玉兄定吧，但还是问一问净月大师有没有什么异议。对于此事，我也没什么可说的。陆云所言也有道理，至于人选，就由掌教师兄安排吧。这样也好，时间紧迫。根据目前我们的人手，我决定派遣11人前往鬼域寻找封魂符。这11人分为2组，每组5人，分别由柳道友和我师弟子阳带领。义元与凤凰书院2派弟子一组，天剑院与如园弟子一组。至于义元这边，李鸿飞就留守此地，而11人中多出来的那1人呢，可以在进入鬼域后，在2组之间传递消息。大家认为怎么样？我没有异议，
一切听从玄玉掌教的安排。既然大家没有异议，那就这样决定了。现在距离天黑还有2个时辰，所有前往鬼域之人都抓紧时间，尽力将状态调整到最好。一旦进入鬼域，恐怕就没有时间让你们调戏了。其他人等立刻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进去布阵。云峰，这进入鬼域之后，你可有办法随时随地找到你要找的人吗？哦，我是指啊，不管对方如何移动，你都能够准确的找到。嘿嘿，你可真是厉害啊，什么都猜得到。我的确可以办到，不过得先在他们身上留下特殊的记号。你是不是想让我在碧天他们身上留下记号，到时候在鬼域里好方便找他们？哈哈，你真聪明，我还没说你就已经知道了。啊，这鬼域啊，毕竟谁也没有去过，更不知道鬼王城在哪里。我之所以分成2组，便是希望各走一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那鬼王城，好取回封魂符。一旦有一方找到鬼王城，便可以马上通知另一方，到时候据咱们2组实力，才更有机会成功。毕竟这鬼域之中厉鬼无数，凶残暴虐的鬼魅鬼仙也是有不少的，而那些鬼将鬼兵鬼灵鬼魂更是数之不清了。那样我们前往鬼域不是很危险了吗？我们才几个人而已，杀得完那成千上万的鬼物吗？你真以为咱们游山玩水啊？留守出口的人也一样要面对成千上万的鬼物攻击，所以无论去与不去都是一样危险。好了，别说这些了，咱们还是赶紧找碧天，在他身上留下记号，到时咱们大家好联系。一个人看着我们发呆，是不是在想与我们有关的事情啊？这次啊，咱们前往鬼域，凶险异常，前途未卜，也不知是否能够平安回来，所以我在内心为你们祈祷，希望你们平安无事。仅此而已，再没有别的了吗？怎么样了？你们都准备好了吗？苍月，你可得好好保存实力，不然将来回来，你师父可会找我算账的。谢谢子阳师叔关心，我现在状态很好，随时可以出发。那样就好，我去问一下其他人。时间不多了，你们还是准备一下吧，马上就将出发了，到时候就是想休息，恐怕也没有时间了。这一次前往鬼域，一路上必定凶险无比，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顺利的完成任务。在这里啊，我祝愿大家一路顺风，凯旋归来。现在出发吧，那封印已经开始破裂，马上就要破碎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在破碎的那一刻稳住身形，等鬼物蜂拥而出，在遇上我们设下阵法受阻时，气势就会回落，大家就要抓住那一瞬的机会冲进鬼域，人间界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放心吧，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争取完成任务。不管前路如何危险，我们都将勇猛直前，一定要取回封魂符，顺利完成任务。前途凶险，大家保重。出发。云峰，你护着他们，我到前面开路。大家跟我上。好了，暂时摆脱那些疯狂的鬼物，大家休息一下吧。初到这里，大家还是留心一下四周的情况，看看与人间界有什么不同。咱们抓紧时间休息，已经有大批鬼物向我们这儿赶来，我们必须得马上转移。这鬼域之中阴气极重，大家千万记得时时运功护体，不然鬼气入体就麻烦了。好像没有动静啊。陆云，你是怎么知道有鬼物靠近的？此处与人间不同，阴气极重，大家只要留心四周气流中
那阴森诡计的密度分布，便能够查缺很多事情。相信对于这点，云峰是最为精通的，他一定也有所发现了。嘿嘿，陆云，你可不要往我身上推。我的确是察觉到了一些动静，但那是因为我所练的阴阳法诀对这些鬼物有一定的感应。可你是怎么察觉到的呢？这一点你可得给我们解释清楚啊！时间不多了，我马上离开。至于如何察觉这些鬼物，大家只要按照我刚才说法去做，自然会有所收获。快走！我们现在这样子，毫无目的的逃亡，何时才能找到鬼王城呢？最主要的是我们时间有限，大家应该想出一个对策才行。傲雪说的不错，鬼域虽说没有人间界大，但相信也不小。我们这样漫无目的是很难找到的，即使找到，恐怕封魂符也已经被销毁了。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刚入鬼域，对这里一无所知，必须先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不能盲目行动，极有可能陷入鬼物的大军包围，那时候恐怕脱身也难，更不要说找封魂符了。其实要找鬼王城，只有2条途径，第一是自己找，第二就是找人问。苍月言之有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暂时避一避那些阴灵鬼兵，找机会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落单的鬼物，希望从他们的口中问出一些消息。咱们大家先停一会儿，我想到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陆云，你这样做一定是有什么目的，你还是向大家解释一下，也免得我们心里迷惑。另外，你说你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说出来大家商议一下。第一点，我们出入鬼域，人间界有白天黑夜，可是这鬼域里却没有明显的变化，如何才能分辨出时间呢？第二点，这里阴气极重，大家一直运功护体可能不觉得，但只要一收起护体真气，这阴邪之力便会侵蚀我们。试问，在这连续30天的时间里，我们能够一直运气护体吗？好厉害，这气息阴森之极，只一会儿就使得我全身寒冷无比，简直快要僵化了，实在太可怕了。现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不一直运功护体，又能怎么样呢？云峰，你现在马上在这运功调息，看看这鬼域中是否可以像人间一般，吸收四周的天地元气，以补充消耗的真元。此事关系重大，你马上开始，这里我们守着。大家小心点，想不到我们第一次所遇上的竟然是鬼域的军队，看为首这鬼将神色沉稳，恐怕不好对付。此鬼如此年轻，但全身鬼气阴森，气势阴沉而辛辣，手中的兵器黑色光滑流动，充满了吞噬生魂的邪恶之气，着实令人吃惊。你叫什么名字？在这鬼域中居何职位？想知道我是谁？现在就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师姐，你守在云峰身旁，其他人各守一方。现在就让我们见识一下这鬼域的军队，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原来是人间界，一直流传的3大神剑中的影月无双剑。这里是鬼域，不是你们这些修真之人。现在就看看你们这些来自人间界的修真之人，能否在我的大军下活命。列阵，鬼域穿心式。大家注意，这个鬼将对于阵法的运用十分娴熟，一定是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老手。对于这样的敌人，单打独斗的方式是不行的，大家要密切配合，不然很难抵挡得住他们的攻击。你究竟是谁？既然自称将军，想来应该在鬼域中有不低的身份吧？像你这样的将军，在鬼域中恐怕不多吧？想套我的话，没那么容易。既然来了我鬼域，我就成全你们做个真正的鬼魂吧。鬼转无极，生魂离体。大家注意，这旋转的鬼气已经开始侵入我们的护体真气了。现在我打算强行突破，你们收好了云峰，注意，我开始了。你究竟是什么身份？还有，鬼王城在什么地方？你手中这剑究竟是什么剑？为什么它里面含着火龙和玄天之精？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你考虑清楚，要么回答我的问题，要么就魂飞魄散。大家觉得要怎么逼问呢？现在虽然以精神力锁住了他，可是，一旦他松懈下来，极有可能逃离。这鬼将军修为极高，这次正好我的神剑可以克制他，不然真和他硬拼的话，免不了各战一场。要是以我的紫影神剑将其罩住，借此来逼问他，你认为会有用吗？应该是可以。我记得当初在阴魂林中，连那鬼仙也十分惧怕你的神剑，相信他也是一样。现在咱们可以逼问了，先减轻一些压力，给他喘息的时间。你还是自己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不然等我加重了力道，到时候你恐怕就是想说也说不出来了。这一次算你们狠，不过下一次你们一样会葬身鬼域之中的。从来没有谁能够活着离开鬼域。至于我的身份，我乃是鬼域第3军团2品大将军，统领2000鬼兵。而你们问的鬼王城，在黑河之畔，这里的正南方。我来问你，既然你是第3军团的第2品将军，那么在你之上，是否有1品将军？有的话，有多少？既然有第3军团，那么势必有第1、第2军团。究竟整个鬼域中有几大军团？具体分布在什么地方？还不快说，否则说就没有机会了。在鬼域中，只有3大军团。军团最高指挥官称作鬼帅，下面有3位1品大将军与9位2品将军，主要分布在黑河、阴石江、武魂江3处。这3条河流成3角，分别流入鬼海之中，而鬼王城就在黑河之畔，朝南飞行大约3个时辰就可以到了。好了，我已经回答你们了，给我一个了断吧。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要不要再加重点？不管他怎么说，我们都不敢断定真假，因为对于这里我们是完全陌生的，又怎么判断呢？师父，你怎么想？要是没有看法的话，就让傲雪
以神剑炼化他的魂魄算了。你们再也没有机会抓住我了，现在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吧！不可能！不，你为什么会活？大家消耗了不少功力，还是趁机咱们好好休息一下。仅仅一个2品将军，让我们这样大费周折，这要是真到了鬼王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如果仅仅一个2品将军就把我们困住了，那还去什么鬼王城？我们什么时候离开？等云峰一醒就走吗？等他一醒，咱们就走，正南方向。大家这样看着我，我可不好意思啊。可没时间跟你说笑，快说，结果怎么样？在这里能不能恢复真元？可以是可以，不过十分缓慢。比起人间界来说，速度大约要慢上1倍。现在这样子，对我们相当的不利，以后的路肯定会更加艰难。我们要怎样才能完成任务呢？能恢复真元已经相当不错了，虽然时间长一些，但至少有希望。这是鬼域，自然是有利于鬼物的。现在咱们走吧，至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走。陆云，你看一下那块石头，是不是有一丝光华闪过？我刚才好像看见了，现在却没有了。云峰，对于斩妖州鬼，你最为在行，你查探一下，看这怪石里边是不是隐藏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好，我去看看。阴阳法眼，万物显形。云峰，快停手！大家小心，快闪！是血力！1000年了，今天终于有人将我身外禁制破解了。从此再没有人能制住我了，鬼王鬼帅，你们等着吧，我会收拾你们的。我要整个鬼域都在我的脚下，由我统治。现在，我先好好谢谢这些帮了我大忙的人。好久没有沾过人类的鲜血了，那味道真是馋人呐！大家小心，这血力乃是传说中鬼域邪恶之极的邪物，据说他先天就是不灭之体，没有谁能够杀得死他，最多就是封印而已。较之那鬼王还要难缠，想不到我们运气真背，竟然遇上他了。云峰，以我和苍月手中的神剑，也不能消灭他吗？这恐怕不行。虽然我刚才说的是传闻，但听他刚才所言，自己是被困了1000年之久，显然就是鬼域的鬼王拿他也没有办法，才封印住他，不然早就灭掉他了。大家小心，他要发动进攻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全力一试，看他是不是真的有不灭之体。喂，陆源，你可想到什么办法？这样下去，恐怕我们累死也杀不死这怪物。这样吧，现在唯一可试的就是你施展阴阳法界，傲雪苍月2人以神剑辅助，看看能不能将其重创，然后再想办法赶走他。时间紧迫，只有一拼了。我也正想全力一拼，我就不信这怪物什么都不怕。真要是那样的话，他又怎么会被困1000多年？现在大家先困住他，我好施展法诀。你放心施展吧，虽然杀不死他，但暂时困住他还是可以的。
乾坤万物，阴阳天地，三界五行，唯我号令。阴阳法界，灭为斩仙，残烈过灭。傲雪、苍月，你们双剑合璧，行雷霆一击，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可恶！你们这些可恶的修真人，竟然敢伤我的本体！我今天全部吃了你们！我们既能够放你出来，自然也能收了你。你是杀不死我的，蠢货！等你真元耗尽，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不可能！你怎么可能？陆源，你究竟怎么消灭他的？究竟你身上还藏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秘密？雷神诀的神奇之处，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不然岂能胜过天剑诀？而且，有一点你说错了，我并没有消灭他，他还是逃了。好了，继续上路吧，天就快黑了。走。你们明白他说的天黑了是什么意思吗？这天不是一直就是黑的吗？什么时候亮过？真是搞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啊！哎，陆源，我不明白你说的天黑了是什么意思？这天亮过吗？我怎么没有看见？你难道没发现天空那黑色太阳已经移到另一个方向，这样落下吗？这跟人间日落有什么区别呢？天黑了，大家小心一些。我记得掌教师伯曾经说过，这鬼域的一天相当于人间的2天，恐怕这夜晚也是十分漫长。先前咱们目视范围可以到达10丈，现在你们感觉一下，能看多远？我现在只能看到3丈以内的东西。陆云，你呢？我也只有3丈左右。咱们赶路吧，小心下面这座高山，它给我的感觉非常奇怪，可是一时间又说不准奇怪在哪里。停下！这前面似乎隐藏着什么东西。陆云，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这四周什么也没有啊，你怎么说有东西隐藏呢？我怎么没有发现？云峰，你有发现什么吗？喂，我怎么也查不出什么东西啊？是不是你弄错了？不会我们都查不出，只有你能查到吧？师姐，你没有查到什么吗？还是小心点吧，毕竟这里咱们并不熟悉。走。云峰，你怎么回事？好好的突然回转，吓了我们一跳。哼，师傅啊，你看我这样子，像没有找事干吗？你不知道，这前面有一道看不见的细墙，就像一道强劲的结界一样，反弹力极强。我一下子就被弹回来了，真是古怪，什么玩意儿？这样坑人，害我丢脸。前方的确有一股十分怪异的结界，将这里与外界阻断。我们现在要过去，只有2个办法：第一是硬闯，第二便是绕道而行。大家觉得呢？绕什么道？这鬼玩意儿让我丢脸，我现在就破了它，看他怎么坑人，怎么这么绕来绕去？什么时候才能赶到鬼王城啊？眼下我们就先试一试，实在不行的话，再选择第2种方法。既然这样，那我们就试一试吧。云峰，你不是要破它吗？就去试一下，小心一点。
这结界十分强大，咱们暂时不管它，看看能不能绕道吧。也好，看云峰那一击，就明白这结界十分强大，还是省点力气为好。走吧，绕道过去。我们马上回走，这里有古怪，希望不要被困在这里面。恐怕已经不要去说中了，你们各自在前，免得再次撞上。右边试一下吧，我想结果应该一样的。不会那么邪门吧？有这样的怪事，我们刚才来时可一点东西都没遇上。大家小心一点，咱们向下，那里隐藏着未知的力量，也是唯一没有封闭的地方。大家运功护体，准备随时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异变。这情景好诡异，以往在人间，可从来没有遇上过这等古怪的事情。陆云，现在出现这种怪事，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以往听说鬼域凶险，还不觉得，可是这一次亲自见识，才发现这里比想象中还要诡异。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恐怕最大的危险便是那些袭来的声音。声音？这声音怎么了？除了难听之外，似乎没什么用处啊。我也不清楚，这声音除了难听之外，最可怕的地方，我从中感受到了侵蚀之力。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现在唯一的办法便是突破这结界，或许还可以从下面离开。但是我担心的是，下面这些植物所有的气脉都连在一起，要凭借我们自己的实力破开或者伤害它们，那将非常困难。这最后的办法只能大家联手一计了。咱们冲下去，到时候再想办法。快走！大家保持镇定，上面已经被封死了，我们只能看能不能从这下面想办法。我真气已经探查到，这下面好像有2条通道，被我们这强行破开的深洞贯穿，希望可以从那里找到出口。小心，马上就要到了，暂时先分开走，等会儿想办法联系。保重，小心点。我们走。这地方十分古怪，恐怕在鬼域来说也是极为凶险之地，咱们还是能避就避吧。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生我足够了。以我心换你心，两心永相依。将来不管会怎么样，但这一刻，我们的心在一起。将来的事，我不敢承诺你，但我相信，不管时光怎么转变，我心中永远刻有你的名字。前面没有路了，小心一点。这里的一切，那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回忆，只属于我和你。这一刻我会永远记住，这一生我会好好珍惜。这石像感觉十分邪门，恐怕不是什么好来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小心点好，免得又像白天云峰那样弄出个什么血力来，那可不好对付。我们想看一下这里面，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陆云，你怎么了？怎么一个人看着石壁发呆啊？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东西啊？现在你再看看这石壁，是不是与先前不一样了？为什么这样？我先前就看不见，可是被你拉住之后就能看见了。好奇怪的事情啊！是不是你身上隐藏着什么我们都不明白的事情？我身上的确隐藏着一些事情，但现在不是告诉大家的时候。说实话，有些事不能说，当然有些事我也隐藏不了，比如我的心意。
你的秘密我不需要全部都知道，但你的心我明白，那就行了。现在我们怎么办？是离开这里去找苍月他们，还是研究一下这所谓的无间鬼煞？现在这里就咱们2个人，这种场合，我可不希望那些阴森鬼物过来打搅我们。这东西啊，不看也罢，咱们回去吧。你察觉到了什么事吗？要不要回去看一看？那无间鬼煞要苏醒了，现在唯一的方法，在这通道上需要设立一道封印，希望可以把它阻止一段时间，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离开。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师伯，这东西可恶啊，一直追着不放，我心里可是窝了一把火。我们怎么说也是人间界的修真高手，怎么到了这里就被这些鬼物追得如丧家之犬一般？我不想再逃了，与其这样浪费真元，我宁可花点力气灭了这鬼东西，以消我心头之恨。既然这样，我们就不逃了。要是走远了，就很容易与陆云他们俩失去联络了。现在我们就会一会这鬼东西，看他有多大本事，一直跟着我们追。云峰，这样不行，你没有发现你们的攻击根本伤不了他吗？这样下去，等你们真元耗尽之时，怕是就危险了。得换个方法，看看其他方式能不能杀他。师伯，你先缠住他，我要施展阴阳法剑消灭他。想不到他的这套法剑如此厉害，这好像不是一元的法诀吧？蒋师伯，我说的可对？不错，这的确不是我们一元的法诀。我听陆云说过，这是当年我那小师弟玄鬼无意中在一古洞所得，而云峰就是那玄鬼师弟的亲传弟子，2年前才回一元来学习斩妖灭魔剑诀的。快看，那鬼头要完了。嘿嘿，可把这可恶的东西收拾了。怎么样，我还不错吧？厉害，你可是厉害得很，大家都看得见，怎么问我呢？好了，这可恶的东西消灭了，我们回头去找陆云与张傲雪吧。等找到他们，再一起想办法离开吧。我们已经赶来了，咱们继续往前走吧。哎，太好了，你们回来就好，我们快走吧。等下说一说你们那头可遇上什么古怪玩意没有？这里的每一样都与我们人间界不一样，老是布满一些阴森诡异的玩意儿，真是费时费力，可恶极了。这是鬼域，自然与人间界不同，而且以往从来没听说有人来过这里还能够活着离开的。咱们时间不多，还是赶紧把这门打开，咱们赶紧离开，要不然被那无间鬼煞赶回来就麻烦了。这事情交给我，我对这些最在行了，看我的。阴阳天地，乾坤倒转，正反随心，唯我令转。3间阴煞，7界准备，阴阳决前，一切皆显。开！好了，咱们马上赶往鬼王城，那里才是我们的目标。云峰，
自这出口上加上一道封印，以阻止那鬼煞出现。我们先去前方看一下动静，你布置完赶紧过来。大家，我们走。罗云，你说照那怪洞中所言，只一顿饭功夫就能赶到黑河，那我们不是马上就可以靠近鬼王城了吗？现在是鬼域的黑夜，我们是不是该趁机悄悄潜入，打探一下那化魂池的下落呢？师父说的是，这样，咱们暂时停止前进，等云峰上来之后，咱们大家一起潜入，尽量隐藏各自行踪，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暴露身形。就这个鬼域而言，我们还太陌生。从那二品将军口中所知，这里有3大军团，其中第3军团就驻扎在黑河流域，内有鬼帅与3位一品将军。我们此次前往的鬼王城，在人间界来说，就好比紫禁城，那是守卫森严，高手如云，可我们却对鬼王城一无所知。所以这一次的行动充满了危险，如何能够进入鬼王城，又怎么出来，怎么回去，这些在我们进入之前最好详细的考虑一下。我们这一次来这里可真是困难重重，九死一生啊。也不知道现在另一组人怎么样了。这一次我们一共才11人进入鬼域，而敌人却几乎是整个鬼域的鬼物，因此除了智取，绝对不可能力敌的。现在咱们已经靠近鬼王城不远了，为了安全起见，所有人全部收起兵器，以免被鬼域的鬼军发现。至于如何进入鬼王城，随机应变吧。我们即使想得再多，对于那位置的变化，谁也说不清楚。走。这黑河波涛澎湃，可为什么一点声音也没有呢？师伯说的对，这鬼域的黑河可真是神秘，竟然不像我们那里的河流，一点声音都没有。而且就我的感觉，这黑河之中似乎隐藏着极大的鬼气，那对于我们人间界的生灵来说，是有着极大的侵蚀力量的。看这黑河的走向，会不会就像一条护城河一般，保护着那鬼王城呢？鬼物都是魂魄之体，他们从来都是轻飘飘的，如果连他们都不能通过，那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呢？如果说这黑河可以阻止鬼物通行的话，那它的上空是不是有着与不月岭差不多的结界呢？不然它凭什么阻止鬼物通过？这黑河怕是没那么容易渡过。这样吧，咱们先派一个人探一下是否有异变，大家也好救援。师父，你有什么意见吗？这黑河看样子诡秘异常，为了安全起见，这一次就由我亲自出马。大家镇定，我相信师父不会有事，许是一时遇上了突发事件，大家看一下情况，如果一会儿还没动静，你们在这里等我，我自会救回师父。快看，师伯浮起来了，只是好像十分吃力，仿佛有什么拖住他一样。你们原地等我，我去救师父。我终于明白了，这黑河的确如同傲雪所言，的确可以阻止鬼物通过，但它与不月岭上的结界不同，它有一股十分强劲的吸力，就在那黑河中间位置，一旦到那里便会立刻被吸下，很难逃避。还有一点就是那黑河之水十分阴森，当我落下去时，只觉得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就宛如要吞噬一切的生灵。我原本的护体真气一下子就被那河水侵蚀掉了2/3，
差一点就葬身黑洞了。看样子，想从这上面飞跃是不怎么现实的，我们得另外想办法。我再去探上一探，你们在这里等我。如果真不行，我马上离开这里，然后只能想办法先抓1-2只鬼物，询问下情况了。记得小心一点，这黑河十分诡异。小心一点，你可是我们这里最厉害的高手，我们都看着你呢，你可别让我们担心啊。我知道，你赶紧恢复真元。陆云的样子好怪，一个人立在水面上，全身被那黑色的鬼气笼罩，为什么一点反抗也没有呢？就我感觉，他身外的鬼气浓度比四周的鬼气强势10倍不止，真是骇人听闻。也亏得是他，换我，恐怕早就支撑不住了。你以为6院第一是那么简单的吗？看他神色平静，就说明暂时没有危险。他只是在试探那里的鬼气，等他弄明白了，或许我们就可以穿越这神秘的黑洞了。心里在想些什么？是不是在担心他？你呢？不是一样吗？或许我们心里想的是一样的。修真之人很多事情是不能想的，可我们都犯禁了。记得他曾经问过我一句话，他说我们修炼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追求长生不死，还是为了快乐？人活着是为了生存而生存，还是为了快乐而生存呢？修真之人也是人，是人就有7情6欲。我们以往只是执着地追求着长生不死，却从来没有仔细地想过这些。人的一生其实有很多时候都在迷惑中，有谁能看透自己的未来，知道将来自己会干些什么呢？相遇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必然，既然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让它一直发生下去，将来自然会有结果的，不是吗？修真之人最在意一个缘字，一切皆是缘，缘来相聚，缘散分离，我们又何苦太执着呢？或许在很早以前，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只是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迷惑。一切随缘，让宿命决定一切吧。快看，陆云四周发生异变了，好神奇啊！现在这儿的气场已经被我牵制住，那股吸引力已经消失了，大家马上趁机飞跃步。看这鬼王城真是古怪，与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的确古怪，这是我们来鬼域所看见的第一样建筑物，与人间完全不同。这里所居住的全是鬼魄，自然与我们人间的实体物质不一样。现在我们已经穿越了黑河，大家还是小心一点，尽量隐藏行踪。大家小心，四周气息有异，似乎我们被发现了。欢迎来到鬼域黑河间，本将军在此恭候多时了。你是1品将军，还是2品将军？又怎么会知道我们会这时候从这里穿越？看样子，你们对于我们鬼域的事情还知道一点。我乃是黑河间3大1品将军之一的黑河刀无敌，鬼域里都称我为无敌将军。至于你们，一靠近这黑河，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人间之人阳气极重，一入鬼域，我们就能感应到的。现在，等你们最后一位到来吧，到时候我一起收拾了你们，让你们永远的留在这里。哼，就凭你，还差点吧。咱们大家还是不要往里冲了，现在立刻突围，
以脱离这些鬼兵的攻击。傲雪、苍月，你们两个牵制住那一品将军。云峰，你负责断后。师傅、徐姐，你们跟着我，咱们冲出去。陆云，你这办法不怎么好啊！我们千辛万苦穿越黑河，进入这里，现在就这样离开，是不是太可惜了？我看，不如往里闯，说不定我们还可以找到那化魂池，取出封魂符呢。只要封魂符在手，这些鬼物就不敢靠近我们。你别异想天开了，你忘了当初在阴魂林中，一个鬼仙就让咱们手忙脚乱，这样贸然冲进去，要是里边再出现3个4个，咱们都不可能活着离开。快，按照我的吩咐，咱们全力往外冲。苍月，我们一起全力施展，看能不能将这鬼将军消灭掉。师傅，你们3个人先过去，我来牵制这黑河中的气场。快！不好，又有诡异的高手赶过来了，我们快走。这鬼物呢？就这样放了实在可惜。只要再有一会儿，我们就能将他灭了。不如你先挡住赶来的高手，等我们消灭了这将军之后，再一起离开。不用了，这东西给我，我来灭了他。陆云，你刚才一掌就灭了那一品将军，这是为什么呢？我这一生所学，不是2年就能学来的。你这一生，有别的男子牵过你的手吗？记忆之中，这是唯一的一个男子。你呢？应该也是一样，对吗？相同的遭遇，相同的美丽，会不会有相同的结局？我们2人这一生，是不是注定就会一直联系在一起呢？还是各有不同的际遇，各有不同的结局？修真之人，是不需要想太多事情的。心若有物，修真无期。既然遇上了，就一切随心吧。在我而言，修真并不是为了修仙，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当有一天我觉得可以放弃时，我可能就会放弃吧。现在我们的行踪已经被鬼域的鬼物知道，那以后怎么再进入鬼王城呢？现在我们又该干些什么呢？这一次来这里，说实话，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我现在决定将一切的指挥权交给陆云，以后的一切就由你来决定，我们都听你的安排。你说现在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不错，陆云是我们一行人中修为最神奇的一个，由你来指挥，我们大家都放心。现在你就下命令吧，我们都听你的，是不是两位师姐？云峰，你现在能查出另外一组人的下落吗？我想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马上就查一下，你等会儿。我想找一些鬼域的鬼物，询问一下这鬼域的情形。我想，人间界是人类生存的环境，而鬼域自有着鬼物生存。虽然这一路过来，并没有看到什么鬼屋之类的建筑，但是鬼王城的存在来看，这里一定也住着一些普通的鬼魂。或许他们与人间的普通百姓一般，不见得是坏的，所以我想前去打探一下。你这种分析，或许也有一定的道理。在目前来说，我们其实也是一种入侵者，正在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破坏，就宛如鬼物进入人间一样。那时候的他们也是入侵者，是要遭到抵制的。我暂时没有打算，我只想知道他们在我们之前还是在我们之后。等云峰醒过来，咱们就行动。现在大家趁机调息一下，以尽快恢复失去的功力。
很奇怪，我查了许久，结果是他们气息十分微弱，似乎隐藏起来了。方向在我们前方，距离这里应该有500里以上的路程。那里似乎是一片海洋，我的意识所查到的是茫茫的一片黑色巨浪，他们的气息就在那些巨浪之中，时隐时现，分辨不清。既然暂时没有他们的消息，咱们还是先顾自己吧。现在按照我所说的，咱们去找一些鬼魂，了解一下这鬼域的基本情况。走。师叔，这地方阴暗无比，一草一木都没有，根本辨别不出方向。我们该怎么去寻找那鬼王城呢？这里我们谁都没有来过，谁也不知道这鬼王城在什么地方。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边走边找。要是遇上落单的阴魂鬼物，可以想办法逼问一下。师叔，这里好古怪，消耗的真元恢复的异常缓慢，比起我们人间来说，至少慢了不止1倍。这样的话，往后我们进入鬼王城，遇上众多鬼物，可是十分不利。家豪所言，我已经觉察了，这里是鬼域，属于鬼物的领域，适合于鬼物修炼。我们来到这里，在法诀施展与真元恢复上都会受到影响。然而，这也是一种锻炼。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相信我们是能够完成任务的。现在，大家还是抓紧时间，尽力恢复真元。这里情况变化莫测，说不定等会儿又会遇上鬼物。大家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去前面查看一下。这鬼域好古怪，那里怎么突然出现一座岛屿？难道鬼域最神秘的鬼王城就坐落在那上面不成？师叔，我在前面发现一片黑色大海，海中有一座十分神秘的岛屿，时隐时现。我猜测，那鬼王城极有可能就坐落在那座岛屿上。前面大海之中有一座时隐时现的岛屿，看上去就宛如一座小山，在随着波浪起伏。这个岛屿看上去很远，似乎在大海的中间，可为什么它给人的感觉有些朦胧，似云若雾一般？那传说中的鬼域鬼王城会在那上面？这个很难说。既然现在我们也不知道那鬼王城在哪里，所以就上岛去看一看。大家认为怎么样？家豪说的正合我意。我们来这里时间本就不多，现在既然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就去那上面看一看，说不定也有收获。也不知道苍月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与我们有着相似的遭遇？吴晨，你现在心里有没有什么感觉呀？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祥之兆，似乎越是靠近那岛屿，那种感觉就越是强烈。其实我心里也有这种感觉，从我飞出的那一瞬间，那感觉就突然出现，让人心里十分担忧，担心前方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小心，这里诡秘无比，不可鲁莽，以免发生什么意外事故。大家快看身后，那儿也出现了一道水柱。我们是不是闯入了什么神秘的地狱？不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古怪的事情？我想，我们可能是触动了什么阵势，或者是闯入了某个奇特的领域。大家先镇定一点，我们静观其变。即便陷入了阵势之中，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样可以突围出去。现在看样子，我们是陷入困境了。现在，我们马上离开这里。大家可能都感觉到，四周气息开始旋转了，那阴森的压迫力正在逐渐加剧。师叔说的不错，这里的确不可再待了。看这情形，我越发的觉得那个岛屿之上隐藏着什么秘密。现在我们就突围，然后绕道前往那个岛屿，一定要查清楚那上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如此诡异的事？这副脸谱看上去完全就是一张鬼脸呐！特别是那双眼睛，宛如活的一般，正阴森地看着我们。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马上想办法逃离此地。看吴晨兄的情况，这四周的结界十分强盛，恐怕冲出去有些困难。那鬼脸更是可怕。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向上升，希望可以脱离这层结界。看这4条水柱，极为可能就是这阵法结界的关键。我们想从上面离开，恐怕也不可能。唯一的可能就是强行突破。只要能破坏1条水柱，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不好，大家全力向上冲，绝对不能陷下去，不然就完了。大家坚持一下，我去看看能不能阻止这股强大的引力。好了，暂时没事了。现在我们继续来攻击这神秘结界。为了加快速度与增加把握，我们大家一起联手一击。顾晨说的不错，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为了今后长远打算，还是一起出手。相信以我们5人的力量，应该可以破解这古怪的结界。来吧，大家准备。真是邪门了，竟然遇上这么强劲的神秘结界。现在我们暂时被困，大家可有什么办法？不妨说出来，一切商议。时间紧迫，请大家尽快想些办法。就我2次的攻击来说，这4周诡气阴森，整个海面一片漆黑。这层神秘的结界，极有可能是与这大海连成一体。这些海水之中，可能含有大量的阴邪鬼气，对我们有着一定的克制作用。想要破开这结界，恐怕硬拼是不行了。我们如果一直待在这里，累也得给累死。现在我们必须要一边应付下面的那鬼玩意儿，一边想出对策。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鬼脸的那双眼睛似乎闪烁着黑色的光华，就宛如活物一般？究竟这是一个神奇的鬼阵，还是一具有意识的鬼物，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鬼海之异灵？我想知道的是，这海是不是与人间的大海一样，里面住着一些奇异的修真异灵？换种话说，这鬼海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连鬼物都感到恐惧的鬼域邪灵？虽然只是猜测，但也很有可能我们初来鬼域，对这里完全陌生。说不定今天我们遇上的就是这鬼海之中的邪恶凶灵，而他的眼睛中的确闪烁着光华，大家只要留心就能察觉。现在我们被困此地，要如何离开才是关键。暂时我们就当这下面是一只邪恶凶灵，可这邪恶凶灵有什么弱点呢？它无形无体，借水形成的鬼脸，我们又怎才能攻击到它呢？师叔经验丰富，可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可以试一下。这个还真是不好说呀。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这东西无影无形的，四周结界又十分强劲，要想对付它，我们就得施展非常手段才行。何为非常手段呢？就是要出其不意，攻其所不曾想到的地方。或许刚开始我们的攻击目标就错了，不应该攻击2道水柱中间的薄弱位置，因为那里并不薄弱。现在我突然觉得，不管我们攻击哪一面，只要攻击2道水柱的中间位置，就等于是在与2条光华对抗。我们应该选择直接攻击那条水柱，那里或许才是结界最薄弱的环节。当然，这些只是我的个人猜测，不敢说一定正确，但我想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现在大家小心留意那强大的吸引力，我准备照师叔的话再次实行强横一击。我们已经在这里消耗过多真元了，所以大家务必要提起精神，勇敢地面对这一次的困难。大家快走，这地方诡异，趁现在那古怪结界消失，我们马上离开。既然来了，就这样离开，
是不是太失礼了？这么多年来，能在这鬼海之中遇上鬼海三大凶物之一的鬼无言，而活着离开了，你们还是第一批，真是值得佩服啊！可惜，你们虽然逃过那一关，却也是无法离开的。你是谁？为什么不敢显身一见？我是谁？我是这片鬼海的幽灵使者，遇上我，你们不留下命来，是绝对无法活着离开的，因为这里是我的领域。小心！大家全部运功护体，小心这古怪邪物的攻击，同时尽我们最大努力，看能不能离开这里。大家最好看一眼下面，再决定是否继续浪费功力。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遇上鬼打墙了，还是陷入了一个虚幻的空间里？不，鬼打墙那是小玩意儿，不可能对我们起作用。我看我们这一次真是遇上鬼域幽灵了。这鬼物十分厉害，竟然可以控制空间，让我们陷入一个虚幻的时空，根本就飞不出去。现在我们四周一定有一道神秘的结界，如果不能破开它，是绝对无法离开的。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破解这层看不见的结界呢？这一次的结界与上一次不同，上一次我们至少还知道结界在什么地方，而这一次就完全不清楚结界在何处。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破解呢？其实要破解这个结界十分容易，只要你们之中有人愿意以自己的鲜血为引，施展气血焚天诀，就可以轻易地破开这层结界了。你们现在身处在我的幽灵虚无界天之中，想破开这结界，那是永远都不可能的。鬼话竟能相信，我就不信了，还破解不了你这狗屁结界。你等着瞧吧。稳住，大家现在一定不能乱了阵脚，我们要保持冷静，再想办法冲开这道结界。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不是被下面那鬼无言骗了，上了幽灵使者的当？你有什么想法，说出来，我们一起判断一下。从我们遇上所谓的幽灵使者，除了他最初偷袭过我们一次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攻击。我们飞了这么久，虽然位置上没有改变，但我们其实是在移动的。第一，果真如那幽灵使者所言，我们陷入了他的结界之中。第二，就是那幽灵使者在骗我，我们四周根本没有什么结界，唯一让我们产生疑虑的就是这海面上的鬼脸。我在想，这是不是一种幻觉，幽灵鬼者故意施展的障眼法？这事情一时间也不好判断真假，如果非要查的话，那就必须有人亲自下去试一试。可惜现在我们5人个个阵元大损，吴尘又受了重伤，万一下面那个鬼脸是真的，那可就冒生命危险了。这事需要十分谨慎。我还是相信这下面的鬼脸不是真实的，只是幻影而已。既然师兄如此肯定，那我就下去试一试，也免得大家一直这样耽误时间。小心一点，注意安全。师兄，你说对了，这根本就是幻影，我们被那些幽灵给骗了。碧天，快回来，危险！师叔，我们现在怎么办？这片鬼海仿佛不存生灵，誓不罢休啊！现在我心里也是一片混乱，这见鬼的地方，什么古怪都有。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要是出了事情，我们回去怎么向如渊交代？嘉豪，你与吴尘小心一点，我下去看一看，绝不能让他们出事，不然我们就无脸回去了。不信我的话，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我就送你们到鬼海里去玩玩吧。
师叔，不要放弃，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轻言放弃。就算现在我们真元大损，不一定能对付这幽灵使者，至少我们还可以掉下这肉身不要，以元神的形式逃离此地。说得好，我们绝不能轻言放弃，一定要与这幽灵使者一决高下。现在你们两个听着，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可弃肉身不要，神遁而去。这个地方是鬼域，鬼域最厉害的就是化魂大法，一旦遇上化魂大法，可能会形神俱灭。看这幽灵使者很可能是相当精通那化魂大法，所以大家一定要切记小心。时天也不早了，各位请上路吧。云峰，这么久了，你可查到什么鬼物气息了吧？我们已经飞了快半个时辰了，至少200里路了，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这地方古怪，我查了很久，死者鬼气阴森，可就是不见有鬼物。这一点与人间倒是不同，不明白这鬼域的鬼物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记得我们自从进入鬼域以来，除了在入口处遇上了无数鬼物外，就只遇上过一批鬼军，还有就是在黑河中遇见的鬼物，除此之外好像从来没有遇上过。是不是这地方根本就没有老大的鬼魂啊？恐怕不至于吧，这鬼域如此之大，怎么会没有落单的鬼魂呢？是不是我们找错方位了？就宛如进入了人间的深山大泽，根本没有人迹。这样吧，大家在这等我一下，我到地面查看一下，再做决定。怎么样？你查了半天，可查出了什么？我的确查到了一些东西。边走边说，前方300里，走。我觉得我们一直犯了一个错误，人间界的人类是有尸体存在的，所以居住的地方是房屋或者山洞。可是这鬼域的鬼物乃是无形之体，他们难道也会居住房屋吗？我们先前一直在地面寻找这鬼物的居所，其实就是陷入了这种误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鬼物是不是居住在地面之下？这种说法现在想来也有几分道理。毕竟我们不明白鬼物的生活习性，从来不知道他们是隐藏在什么地方。就算那些鬼物隐藏在地面之下，但我们一样可以查出他们的气息。这么久以来，一点动静都没有查到呢。我觉得你这种说法不对，可能性不大。云峰，这样好了，我到前面20丈开外，你看看能不能查出我的动静。等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结果了。嘿，好你个陆云，竟然考起我来了！看我找出你的踪迹！乾坤无极，阴阳界法，现！陆云，你是不是耍赖啊？跑到远处躲起来了？为什么这附近没有你的身影与气息呢？云峰，我就距离你们20丈，怎么查不出吗？这不可能！我不信，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快告诉我！我当初就告诉过你，将自己身体外的真气波动频率调整到与四周运转频率一样，就可以隐藏自己的身形。